夕阳西下，枫岭驿道爬上来一辆破马车。驶过关楼之后，靠坐在车厢里的老婆子脸上多出几分喜色。大小姐，我们已经进入京畿了，今晚在驿站歇一晚，明天下午就能回府了。坐在老婆子对面的是个穿着朴素、身形臃肿、脸色暗沉，左脸还有颗大痦子的年轻女子。她听到对方的话，了一声，脸上没有任何表情，视线紧紧粘在手中的画本子上。大小姐，京畿安全得很，明天您可别这么打扮了，不然回到府里会吓到老爷夫人的。搞不好还以为他没接着大小姐，随便找了个村姑冒充呢。他就没见过这么狠的下心，能把自己打扮得这么丑的姑娘家。不过嘛，这法子也确实好用，这一路上谁都不会多看他们半眼。要是用大小姐原来的模样，肯定没这么太平。萧青音不置可否，继续看画本。他穿来西国都3年了，不曾收到过一封家信。原山记忆里也只有一个抚养他长大的奶娘。奶娘病逝后，原身悲痛过度，心源性疾病发作，也跟着去了。要不是何婆子两口子找上门来，萧青音还以为原身父亲老早就忘了老家还有个女儿呢。不闻不问这么多年，突然就接她回府，哼！萧青音可不觉得会有什么好事儿等着他。刚好原身还有心愿未了，他也想来京城看看，便顺水推舟跟着何婆子两口子返京了。何婆子正待跟萧青音仔细说说府里的情况时，马车外突然传来一声厉喝：车，全都给老子下车！萧青音放下画本，快速掀开窗帘瞄了一眼，是土匪，有20-30人。何婆子当时脸色煞白，浑身哆嗦。啊，官道怎么会有土匪啊？哎呦！您和何叔都先别说话，我来应付就好。记住我们原先的说辞，千万别透露我的身份，不然我们谁都活不成。户部尚书、千金什么的，可镇不住这些亡命之徒，只会激起他们的仇恨。这么好看，点个萧音乐吧。青音吞了颗变声丸，使自己声音变得低沉了很多，径直下了马车，回头看了眼关楼，见那儿竟毫无动静，心中略沉。关楼显然已经被这帮土匪控制了，他们敢对关楼下手，要么蠢得惊人，要么……萧青音果断放弃了硬刚的打算。一个身材高大、膀大腰圆的刀疤脸土匪扫了3人一眼，大手一挥，统统给我带上山去！山上颇为热闹，露天架着10几口大锅，分别做着不同的菜式，鸡鸭鱼羊猪，样样俱全，满满的吃席氛围。萧青音不动声色地扫了眼已经做好盛出的菜，心里默默估算着，把这2个老东西关起来。刀疤脸安排完，带着萧青音来到了主宅大堂。哎呀，大哥，你要的陪嫁丫鬟。中年男人猝不及防，看到一张大痦子脸，怎么找了个这么丑的？哎呀，这下午呀没什么人，等了半天才来了一辆车，车上就一个老车夫，一个老婆子和这个丑丫头。你要是不要她，那只能换那个老婆子了。哎呀，要不是大哥你促进大，那人手指头都不给我们碰一下，哪用得着从外面找陪嫁这么麻烦，早就洞房了。中年男人抬头看了眼外面的天色，算了，时间不早了，先将就一下，把药给他。哎，好嘞。刀疤脸从荷包里掏出一颗龙眼大小的黑丸子，把它吃了。萧青音嗅了嗅，闻出这是什么药之后，顺从地接过药丸。刀疤脸看着他咽下去，又让他张嘴检查，确定药丸已经下腹。好了，大哥，不想死就好好伺候夫人，明白了吗？我明白。萧青音一副诚惶诚恐的模样，吞了变音丸的声音完美匹配了这张大痦子脸。跟上。
谁能想到这个土匪头子的压寨夫人是个男人呢？哇哦，这么好看，点个订阅吧。满是昏暗，只他一抹亮色。入目刹那，萧青音脑子一片空白，茫茫然不知身在何处。直到一声清脆的碎瓷声将他唤醒。不好意思看呆了，夫人，您长得实在是太好看了。夫人二字似乎触碰到了男人脆弱的神经了。萧青音话音刚落，对方就把桌上最后一个茶杯扫落在地，这可是整套的极品甜白瓷啊，真是败家。男人眼里掠过一丝诧异。夫人请更衣。男人纹丝不动，仿若未闻。不好意思，得罪了。萧青英一把抓过男人的手腕，探了探脉，果然如他所料，你中了蚕丝瘾。男人刚欲动怒，就听到了蚕丝瘾三个字，不由怔住。蚕丝瘾，传说中能让百炼钢化为绕指柔的毒药。男人恍然大悟，难怪他吃了白解丸也不起作用。没等他深思这女人的意图，就听对方道：我们合作怎么样？我刚好有蚕丝饮解药，可以帮你解毒。我是刚被抓上山的，今晚他们吃席可能会喝得酩酊大醉，我们就可以趁机逃走。你以为我会信？你不信就算了，要不是看你长得好，被老男人糟蹋有点可惜，我才懒得多管闲事呢。那就当我没说过吧，你就继续玩你的霸道匪头傲娇妻的游戏好了。霸道匪头傲娇妻，男人一阵恶寒。就凭我们两个，怎么逃出去？萧青英一早就盘算好了。好，你要是持有解药，我们就合作。他不怎么相信这个女人，只是自己的处境已经不能更坏了，身上的蚕丝瘾不解，今晚他只能任人鱼肉。这么好看，稍等，点个订阅吧。这是蚕丝瘾的解药，服用后大概1刻钟的时间才能完全解毒。男人正要伸手，萧青音突然缩回手。蚕丝瘾的解药可是千金难求的，可不能白白给你。男人没好气道：我身上没钱啊。用其他东西来抵也行啊，比如以身相许。你死了这条心。萧青音满脸诧异，难道我还比不过那个土匪头子啦？男人脸都黑了，怎么就非得2选1了？那你想要多少钱呢？等我脱了身可以给你。算了，就当做好事吧。男人接过药丸，不曾犹豫半分，直接送入口中。萧青音饶有兴味地看着他，你就不怕这是毒药吗？更衣吧，时间无多。这男人也太无趣了，白瞎了这么副好皮囊。男人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，萧青音不得不扶他起来除衣，手才碰到男人肩膀，一声压抑的呻吟声溢散开来，他忍不住起了坏心眼。需要帮忙吗？男人倒抽了口凉气，恨不得把眼前的女人大卸8块。这人真是不知羞耻，还想要趁火打劫。不用。他从牙缝里挤出2个字，心里暗暗发誓，等此件事了，一定要找这个女人好好算账。看来是我误会了，还以为你不喜欢这副样子呢，想给你一点缓解药物，没想到你乐在其中嘛，连最后一刻都不容错过。男人沉默。刀呢？把他的40米大刀给他拿过来。门外锣鼓声响起，萧青音收起嬉皮笑脸，快手快脚的帮男人穿上衣服，系上腰带。你成家了吗？与你何关？就算全天下女人都死绝了，他也绝对不会娶这个贪财好色的女流氓的。想到对方不得不和中年男人拜堂的憋屈模样，萧青音忍不住笑出声来。此时肩上骤然一沉，压得他差点跪下去。男人压着嗓音，咬牙切齿道：别太幸灾乐祸。我尽量。
才怪呢。男人显然知道萧青音阳奉阴违，明明解药已经开始发挥作用，他还一副虚弱无力的模样，把重量都压在萧青音身上。萧青音腰都快被压弯了，使尽了吃奶的力气，搀扶着男人走出去。本集又结束了，我们下集再见喽。拜堂时一阵恍惚，不知道到底是他扶着男人在拜堂，还是男人按着他在拜堂，可太糟心了。因此一进新房，他就把男人甩在了床上，按着他一顿胖揍。男人挨着揍，心想这女人心眼也太小了。萧青音没揍多久就停了下来，这男人浑身都是肌肉，硬邦邦的，揍得他手疼。土匪头子就交给你了，要是你敢弄出幺蛾子，我会让你再感受感受比蚕丝饮烈100倍的好药。撂完狠话，萧青音转身离开新房。那个土匪头子估计对自己的药相当自信，院门口连个把守的人都没有。萧青音轻轻松松就溜了出去。萧青音趁机找到了关押何婆子两口子的地方，把他们放了出来。大小姐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小声点，跟我走，车在这边。马车还保持着原来的样子，连马都不曾解开。萧青音给何老头指了个方向，那边就是下山的路，你们先过去，我随后就到。啊，您不和我们一起走吗？我还有点事，放心，我很快就会追上的。萧青音说完就往主宅跑去，她有点不放心那个男人，虽然对方应该是个练家子，但是萧青音转过身子，拔腿狂奔。妈呀，这什么奇形种啊，身手也太厉害了，10个他都打不过，他居然还替人家担心，个好死不死的，他还调戏了人家一把，还胖揍了人家一顿。这人报复心这么强，回头不得把他削成人质吧？跑，赶紧跑，必须赶在他荡平匪寨之前跑掉。连夜赶路，天刚蒙蒙亮就到了南城门外。排队进城时，萧青音叮嘱两人，关到那伙土匪来头不小，昨晚的事不要和任何人提起。何婆子何老头忙不迭点头，您放心，我们知道轻重，绝不会往外说的。萧青音把脸上的妆卸了，身上裹的布条也取了出来，恢复了原来姣好的模样，哪怕仍穿着同一身衣服，也和方才判若两人。从城门口到尚书府走了一个时辰，看着何老头和门房交涉过后打开的侧门，萧青音一点也不意外。姚氏对他一无所知，不搞点小动作试探一番才怪呢。大小姐，何婆子嗫嚅着，不知道怎么开口，走侧门进府。何说去宫门，我爹应该快下早朝了吧，我去接接他。何老头扯了扯马辔头，把车头调向皇宫方向。马车走了不到10米，正门吱呀一声打开了。老何，你往哪儿赶车呢？出去个把月就认不得尚书府了？见过夫人，见过二小姐。你就是我的继母吗？姚氏原以为会看到个又黑又瘦、畏首畏尾的乡下土丫头，没想到对方肤如凝脂，面如白玉，言行举止落落大方，气质比她精心养育出来的女儿还要好，五官依稀能看出几分故人风采。姚氏用力掐了下手心，脸上露出慈祥的微笑。是的，我是你母亲，这是你妹妹青荣，你弟弟在书院读书，休沐日才回府。终于见到姐姐了，我从小就听说有个姐姐在乡下休养，一直盼着姐姐早日回来，如今可算是如愿了。是吗？我倒是不曾知道自己有个妹妹，我还以为萧家早就死的只剩我一个了呢，不然怎么会10几年不闻不问，任由我和奶娘自生自灭呢？萧青荣表情一顿，似是被他的尖锐刺到了。姚氏当下就明白萧青音不好对付，他叹了口气，苦涩道：
你有怨气也是应该的，怪我们身子不争气，经不起煞气冲撞，就连给你送点东西也要病上10天半载。这么怕煞气冲撞，怎么还让人接我回来啊？是嫌命太长了吗？姐姐，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？萧青荣撅起嘴巴，娘可是时刻牵挂着你，一直寻思给你找门好亲事。听说皇上要给他最宠爱的外甥赐婚，立刻就把你推荐上去了呢。陛下已经下旨赐婚了，接你回来正是为了筹备婚事。这样的好事儿还能轮得到他？萧青英严重怀疑这位皇帝外甥要么人品不佳，样貌奇丑，要么就身有隐疾，或有不为人知的癖好。这一路上，何婆子两口子不曾跟他提过半句赐婚的事，显然他是故意瞒着他的。不用说，肯定是姚氏的吩咐，这两人终究是府里的人，不可能跟他一条心。我没接着圣旨啊，难道现在颁布圣旨不需要本人接吗？你当时不在府里，我们不好意思让宣旨的公公大老远跑去老家，就让你妹妹代接啦。他没想到萧青音居然能想到这一次，看来这个妓女虽然在乡下长大，却并不蒙昧无知。这桩婚事100%是赐给萧青荣的，这对母女不乐意，想让她李代桃僵。圣旨在哪儿呢？既然是给我的圣旨，总要给我看看吧。点个订阅吧。啊，姐姐，我没别的意思，就是听说你身边只有奶娘，没上过学。是没上过学，单字还是认得几个的，看个圣旨不成问题。见他执意要看圣旨，姚氏只好取了圣旨给他。萧青英一看就明白这对母女为什么连赐婚都敢糊弄了。圣旨上并未写清楚萧青荣和那个皇帝外甥的名讳，只是笼统的写着萧氏嫡女和永安侯世子，原生2岁就被送到乡下，不曾在人前现身过。想必京城人人都以为萧尚书只有萧青荣一个嫡女，默认萧氏嫡女就代表着萧青荣。永安侯世子母亲是昭阳长公主，陛下和昭阳长公主感情极好，对永安侯世子比皇子还好呢。你嫁过去，下辈子就不用愁了。姚氏一副萧青音捡到宝的表情，这么好的人家，你怎么不让妹妹嫁过去？姐姐尚未出嫁，哪轮得到她这个妹妹呢？你嫁得好，以后也能提些娘家，对我来说都是一样的。好啦，明天朝阳长公主办生辰宴，你和我们一块儿过去见见长公主和其他夫人小姐，好让他们知道我们萧家还藏着一颗明珠呢。这是迫不及待的要她亮相，好坐实这桩亲事。好的，想让京中之人知道萧家还有个嫡女的人可不止姚氏。你先回院休息吧，下午会有人给你量体裁衣。新衣没那么快做好，我让蓉蓉拿几套衣裳给你，明天你先穿她的。姚氏刚交代完，萧胜远便下朝回来了。没想到一眨眼就过了这么多年。萧胜远看着萧青音，感慨万千道：你都从小娃娃长成大姑娘了。寒暄过后，萧胜远问了句：你们进京畿是不是走的风岭驿道？是的。萧青音眼波微动，怎么了？幸好没出事。封关半个月前被一伙土匪控制了，掳掠杀害了不少过客，今早才被南武营剿了。居然还有这种事！萧青音一脸后怕，好在我们的马车够破烂，那些土匪看不上。我们的马车很破吗？我记得府里的马车好像是2个月前新造的。本集又结束了，
我们下集再见喽。姚氏没想到萧青音一上来就告状，赶紧找补。老爷，出门在外当然要低调一点比较好，用府里的马车去接人，何婆子他们怕是刚出京就被劫走了，我特地找了辆不显眼的车。还是夫人考虑周到。院子都安排好了吗？早就安排好了，前几天我就让人把海棠院打扫干净了，还拨了4个丫鬟过去。萧青音听着两人絮叨，就知道萧胜远这人对内宅之事毫不上心，全由姚氏做主，完全指望不上，故意打了个大大的哈欠。姚氏见状，对一旁伺候的婆子道：许妈妈，你带大小姐回海棠院休息。好的，夫人。春花、夏雨、秋月、冬雪。见过大小姐。萧青音点点头，表示认识了，便回房休息。昨晚整宿没睡，她早就困得眼睛都快睁不开了，一睡就睡到下午。午饭已经放凉，萧青音看着几盘凉飕飕的菜，一点胃口都没有，拿去热一热。小姐，厨房只有饭点才给热菜。你们二小姐也是这规矩吗？春花不说话了，说曹操，曹操到。才提到萧青荣，她就带着2个丫鬟进院了。姐姐，这是娘让我送过来的衣服，都是今年新做的，我只穿过1、2次。这是我送姐姐的首饰，盒子里金光璀璨，装满了金钗、金簪、金手镯、金耳坠。萧青音瞪大眼睛，伸出手去。萧青荣心中暗笑，不愧是乡下土包子，见了点金饰就移不开眼了，真是俗得要命。他等着欣赏萧青音欣喜若狂的傻气表情时，却听到对方感叹：看来府里日子也不好过呀。萧青荣满脸不解，派去接我的马车是破的，这些金饰也都是包金的。萧青音掂着手里的金镯子，先前是我误解了，府里不是故意不管我和奶娘死活，而是日子过得太艰难，顾不上。说谁日子过得艰难呢？萧青荣气得发抖。这些金饰之所以是包金的，纯粹是因为他不想让萧青音占便宜。这蠢货居然理解成府里日子艰难。姐姐，你胡说什么呢？这些都是真金，怎么可能是包金呢？萧青荣勉强维持笑容。京城跟乡下可不一样，没人会戴包金的首饰。妹妹，你是被谁骗了吧？萧青音一脸惊诧。真金和包金的重量不一样，随便掂量掂量就能分辨，你竟然分不清楚吗？不会吧，妹妹，你该不会从来没有碰过真金吧？萧青荣被他眼里的怜悯之色气得抓狂，明明他才是没见识的乡下土包子，怎么敢反过来嘲讽自己的？这么好看，妹妹，你要是不信，我们出去找金铺辨一辨，这可不是小事，必须得弄清楚。萧青荣被拖着踉跄走了2步，才反应过来，用力拉住萧青音。姐姐，可能是丫鬟拿错了，这不是我要送你的那盒首饰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啊！萧青音停下脚步，那妹妹可要好好管教管教了。这丫鬟做事也太不上心了，送人的东西都能拿错，幸好遇上我，这要是遇上别人，萧青荣脸上的笑容差点就挂不住了。姐姐，我还有事先回去了，首饰稍后再让人送过来。等等，萧青音扯住人不放，指着桌上的冷菜道：妹妹，不是我多嘴，府里管的真是太松了，我睡晚了想热个饭吃，春花却说厨房不是饭点不给热，神服于世啊，这是。萧青荣差点被他这一顿点评送走，立刻让厨房送了热饭热菜过来，这才止住萧青音的魔音。他气急败坏的去正院找姚氏。娘，那个土包子太恶心了。姚氏一脸淡定的喝茶，等他发泄完了，不紧不慢道：我平日是怎么教你的？要沉得住气，你倒好，被人家3言2语就激得发脾气了。他说话真的很气人。好啦，你忍一忍就是，过了明天他就嘚瑟不起来了。萧青荣精神一振，娘，
你有什么打算？姚氏跟萧青荣说了自己的安排，萧青荣拍手叫好。到时候他不死也得脱层皮。那是，就算是永安侯世子，也不是他们高攀的。哪怕他永远看不上永安侯府，让萧青音替了这门亲事，也绝不会眼睁睁看着她嫁过去享福。这个小贱人就该烂在里你，给她的蓉蓉做陪衬，翌日出府。你怎么没穿我给你的衣裳？难道他看出来那些衣服颜色搭配很难看了？妹妹，你的衣服太……萧青音用团扇半遮着脸，羞涩道：“妹妹。”萧青音在胸前比划了一下。这土包子太不要脸了！那我送你的金饰呢？怎么也没带啊？我本来是想带的，但是想起妹妹你好像打扮得特别素净，我初来乍到的，什么也不懂，还是像你看起比较好，就简单的弄了个发髻，让萧青音在人前出丑的算盘算是完全落空了。萧青荣拧了拧帕子，不动声色地瞥了眼萧青音腰侧，好在还有娘的计划。萧青音敏锐地留意到了他的举动，先前更衣时春花拿了个香囊给他，说京城贵女都会在腰间佩戴香囊，好让自己走起路来步步生香。萧青音看过香囊，里面除了干桂花没别的什么东西，就挂上了，看来还是有猫腻呀。萧青音瞄了瞄萧青荣腰侧的香囊，唇角浮起一丝玩味的笑容。永安侯府和尚书府只隔了2条大街，不一会儿就到了。进府后，姚氏带着2个女儿和其他夫人小姐打招呼。众人对貌美面生的萧青音十分好奇，纷纷打听：“这是我们家大姑娘云姐姐留下的骨血，先前在老家养着，如今陛下赐了婚才接回来。”他这么一说，众人才想起萧尚书还娶过云家七小姐。云家15年前犯了事儿，被夺爵之后，那位云七小姐就病逝了。久而久之，京中人也就淡忘了。没想到他还留下了一个女儿，这个女儿在乡下养大，还长得如此出众，容貌气质毫不逊色于京中贵女。一些人酸溜溜的时候，有人却留意到了那句赐婚。哎，萧夫人，你们家竟然不止二姑娘被赐了婚，大小姐也赐婚了，是哪一家呀？我们怎么没收到风声？姚氏轻咳了一声，不好意思道：“就一桩婚事，是我们大姑娘和永安侯世子的。”什么？这桩亲事居然是你们大姑娘的？众人惊诧不已，围着姚氏七嘴八舌地问起来。一个长得珠圆玉润，像冬天的小肥鸠一样可爱的小姑娘，把萧青音拉到一边，悄悄问道：“你见过永安侯世子了吗？”“没见过，我昨天才回京的，什么人都不认识。”小姑娘脸上顿时写满了同情。永安侯世子可是个活阎王，他12岁进军营，15岁上战场，初次作战就毁了容，只能戴着面具过日子，性子暴戾得很，看谁不顺眼就抽刀砍人。京中顽固见着他都绕道走。小姑娘巴拉巴拉说了一大堆，末了一脸遗憾地看着萧青音：“姐姐，你长得这么好看，嫁给他真是太可惜了，他会把你打死的。”萧青音总算是明白姚氏为什么舍得把这门好亲事给他了，那也没办法嘛，这门亲事不是我说了算的。也是，圣旨都下了。小姑娘眼中的同情之色更甚。我爹在陛下面前还说得上话，要不我跟他说说，让他劝陛下收回成命。萧青音哭笑不得，君无戏言，哪能随随便便撤回啊？谢谢你的好意了。谢什么？我又没帮上忙。我叫左妙妙，姐姐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我叫萧青音，左妙妙是左御史家的闺女。萧青荣多次想和她交好，
左妙妙愣是不理他。如今见他和萧青音相谈甚欢，心里暗恨。他走过来，阴阳怪气：“本集又结束了，我们下集再见喽。”姐姐真是好手段，这么快就哄得左小姐团团转，跟条小狗似的。说谁像狗呢？你嘴巴这么臭，是不是从来不刷牙？萧青荣脸色通红，气得直哆嗦。一旁的夫人小姐听见了，纷纷侧目。萧青荣刚要回骂，就被姚氏瞅过去，低声警告。不一会儿，朝阳长公主出来见客，这副眉眼有点似曾相识呢，到底在哪儿见过呢？没等萧青音回忆起来，姚氏就拉着她和萧青荣上前行礼道贺。朝阳公主看着萧青音，正要开口时，突然捂住胸口，剧烈的喘息着，发出阵阵的笑鸣声。从旁伺候的花嬷嬷顿时脸色大变，立刻唤人：“哎呦，快传府医过来！”公主这是怎么了？府医过来之后，立刻给朝阳长公主针灸治疗，却未能奏效。府医急得满头大汗。哎呀，去请太医令啊！匆匆赶来的永安侯听到这话，当即吩咐随从去宫里接人。殿下身体不适，请大家先移步宴会厅用膳。姚氏看着朝阳长公主愈发苍白的脸色，心跳如雷。长公主她不会救不回来吧？刚要开口，侯爷，殿下性命危急，我学过一套针法，是针对哮喘症的。侯爷若是信得过我。姚氏气得差点吐血，萧青音居然愚蠢到这个时候跳出来。你胡说些什么？别拿你个乡下郎中学的半吊子医术出来丢人现眼。侯爷，恐怕殿下撑不到太医令过来了，我用我的性命保证，绝对能保殿下安然无恙。这让他如何相信？但他此刻正紧握着妻子的手腕，清楚地感受到他的脉搏越来越弱，好像下一刻就要停止跳动一样。你最好保证自己做得到，不然永安侯做了这辈子最艰难的决定，你知道后果的。侯爷放心。萧青音大步上前，从府医手中接过银针，几乎看也不看就开始施针了。随着银针一根根落下，长公主的呼吸竟通畅起来，笑鸣声也小了很多。永安侯绷着的心稍稍放松了些，而姚氏的一颗心却快蹦出来了。他猛地推了萧青荣一把，萧青荣一会，他大喊着冲过去，手往萧青音腰间的荷包探去，一股馥郁的桂花香飘散开来。永安侯脸色骤变，快把他拖出去！侍女们立刻上前架起萧青荣，把他拖出会客厅。该被拖出去的难道不是萧青音吗？刚才那个是你女儿，公主府和侯府不允许出现桂花香。侯爷，您误会了，小女不曾佩戴桂花香囊啊。侯爷，萧二小姐香囊里装满了干桂花。萧夫人，你还有什么话好说？那个香囊绝不是蓉蓉的，肯定是。够了，姚氏，不要再狡辩了。你以为本宫是傻子吗？请殿下给臣妇一个赎罪的机会。传来砰的一声巨响，救命！殿下，求求您了，请您饶他一命吧。他把头磕得砰砰作响，要不是地上铺着厚毯子，这会儿额头已经见血了。直到传来的呼救声越来越弱，涵儿，放了他吧。娘，怎么样了？已经没事了。这人应该就是永安侯世子了。听说你才是涵儿的赐婚对象。臣女也是这么听说的。你这孩子倒是比京中这些木头美人有意思，本宫差点就一命呜呼了。多亏你施以援手，你这医术是跟谁学的？一个云游四海的老道士。朝阳长公主喟叹了一声，便见何嬷嬷领着太医令进来。劳你白走一趟，本宫已经好了。殿下还是让太医令把一把脉。殿下身子更胜往昔呀！救了长公主一命的，居然是个闺阁小姐。山外有山，人外有人，您可别小瞧了我未来儿媳，她可不是一般人。这是承认萧青音和永安侯世子的亲事了。你们在公主府做了什么？陛下当着满堂文武的面骂我教女无方，让我闭门思过1个月，还罚俸1年。姚氏抹着眼泪跟萧胜远诉苦，凭什么好处都是萧青音得了，苦却要他们母女受着？禁足，区区一个尚书府也想
困住我。小姐，老爷要你。萧青音就这么一路撒药出府，所到之处人仰马翻，真是无法无天，无法无天！不愧是寸土寸金的京城啊，在这当房东比做生意赚多了。狗大夫，求求您救救我祖母！本馆不治死人，赶紧抬走。祖母上有体温，她还活着。去，别给我们添晦气。把他放到地上，保持平躺，快！你能救我祖母？能。他这是在做什么啊？跳大神吗？死了还要被折磨？怕是连个全尸都没得喽！真是不孝子孙。萧青音足足做了6组心肺复苏，老人家的心脏才微弱的跳动起来，立刻从袖袋里取出银针给老人家施针。老人家剧烈咳嗽起来，吐出一口黑色的淤血。祖母！哎呀，娘啊！哎呀，诈尸了！不许碰我祖母！你祖母真的活过来了。祖母，你现在怎么样？难不难受？我好多了。这么好看，点个订阅吧。不，云儿已经不在了。您说的可是云婉音？你怎么知道她？仙母正是云氏婉音。老人家瞬间眼眶发红。我是你外祖母呀！我们找个地方坐坐吧，街对面便有酒楼，我们边吃边聊吧。青年脸上闪过一丝局促。那里就好。我第一次逛京城，还没有尝过这儿酒楼的菜式呢，你们就当陪陪我吧。老人家顿时一脸心疼。千年铁树开花了，盯着人家姑娘看了那么久。那是我未婚妻。你什么时候有了未婚妻？1个月前。你不是不乐意想让你舅舅收回成命吗？2次救人刚好被他碰见，未免过于巧合了。易水寒怀疑这个女人很可能不是萧胜远的嫡长女，而是代替了他身份的细作。对方的目的他尚未明白，但可以肯定是冲着他来的。没想到活阎王也有动春心的一天，这位萧小姐本事真不小，有机会我得会一会才行。离他远点。自古医毒不分家，谁知道他掌握了多少毒药？我不会吧，这么快就醋上了？我们的活阎王居然是个醋坛子。算了，这人要作死他也管不着。你先喝点汤暖暖身子。你娘走那会儿，云家兵荒马乱，我也顾不上你。等尘埃落定，你已经被送走了。我想找人接你回来，但家里境况也不好，怕你跟着受委屈。我明白，原生有惦记外祖母，可奶娘2个弱女子又没有足够的盘缠和胆量上路。表妹，我们住的地方有点乱，要不你先回家，我和祖母回去就可以了。表哥不用担心，我还是有自保能力的。那一片小混混和凶徒很多，你一定要小心，别落单。京城贫民窟，污水四流，烂菜叶、鸡蛋壳、鸡鸭毛随处可见。风一吹，脏物漫天。云昭雄的脸都红了，萧青音却仿佛什么都没看到。哟，姓云的，哎呦，福也不浅呐，居然带了个如花似玉的大美人回来。滚！胆儿不小啊，敢这么对妹夫的弟兄说话，看来你是想把美人赔给我们呀？啊！云表妹难道嫁给了小混混？大哥，云姑奶奶，你饶了小的吧，小的该死，小的混账啊！滚！下次别让我看到你们。天哪，他该不会把这位漂亮姐姐吓着了吧？太帅气了！祖母，您和阿兄去哪里了？我干完活回来一个人都没有。刚刚怎么回事啊？马老三那帮人路过，见我一个人在家，想要欺负我。没吃亏吧？没揍死他们算好的。这位这么好看，点个姐姐订阅吧。好呀！祖母整天在我耳边念叨你，念叨的我耳朵都起茧子了。云小妹，说了多少次，不要在家里动武。时间还早，我们去雅好买个宅子，等会儿就搬过去。我们要是有钱买宅子，就不会住在这里了。我有钱啊。茵茵，你的好意我们心领了。表妹，你刚回京，花钱的地方多着呢。我们在这住了10几年，早就习惯了。小叔虽然身手不错，但明枪易挡，暗箭难防。外祖母年纪也大了，受不起惊吓。他在乡下待了那么多年，他们都没能帮上忙，哪能拖累他呢？我们会尽快租个像样的地方。你们要是不肯接受的话，宅子就记在我名下，全当我借给你们住的。京城宅子可不便宜，萧家把你娘的嫁妆还给你了。你们不用担心，我自己做买卖挣了不少钱。咱们这位大小姐脾气够大的，老爷罚她禁足，她居然要婚我们，大摇大摆的出府。你们说她回来会不会被压着去归
回祠堂。谁压得了他呀？我们以后还是小心点伺候吧。丫鬟们越说越害怕，挤在一块瑟瑟发抖。吹了灯，刚躺下，鼻尖突然飘来一股血腥味儿。别出声，跟我走一趟。不等萧青音想起在哪儿听过这个声音，人就被对方扛到肩上，一跃上了屋顶。萧青音对京城还不熟悉，很快就搞不清方向。你是谁啊？抓我做什么？想活命就把他救回来。呀，好大的狗胆，居然敢胁迫他救人！你怎么还不动手？莫非他高估这女人的医术了？我连工具都没有，怎么救她？你需要什么工具啊？我床底下有个衣箱，易水寒当即让人看住萧青音，自己则返回萧青音闺房。找到东西之后，他多留了个心眼，没有直接触碰。要是碰了多好呀！只要沾上涂在香面上的药物，他就有谈判的资本。这女人果然做了手脚，真是诡计多端。留一个人在这儿给我当助手，这女人心眼太多了，不亲自看着她放心不下。这女人到底是怎么做到面无表情的触摸内脏？她绝对不是萧家那个乡下长大、目不识丁的嫡长女，被本姑奶奶迷倒了。我照镜子的时候都没被自己迷倒，还能被你迷倒吗？原来你是水仙男啊！什么水仙男啊？认为没人配得上自己，极度自私、自恋、自负的男人。这女人哪来的歪理？简直胡说八道。他已经没事了，起码卧床1月，伤口不能碰水。前3天我每天复诊一次，之后隔天复诊，直到拆线，外敷内服，1日3次，先把钱给付了。这架势分外眼熟啊！本集又结束了，我们下集再见喽。你不会想赖账吧？多少钱？手术费500两，医药费300两，后续治疗费200两，精神损失费1000两，合计2000两，正好把今天买宅子花出去的钱给赚回来。精神损失费？这女人分明就是故意敲诈，你夜闯深闺，把我抓来这儿，胁迫我救人，难道不应该赔偿损失吗？你就不怕我杀了你？想到我死了，你这样的绝色美人就要被我未婚夫追杀，我就害怕的不行。易水寒很想知道这女人脑回路是怎么长的，她凭什么认为自己死了他会给她报仇啊？凭她长得好看，还是凭她诡计多端呢？朝阳长公主的病只有我能根治，你说这杀妻害母之仇她报不报？这女人是不是已经猜到她的身份了？你确定自己能治好？你应该很清楚我的医术水平吧？找她来救人纯粹是因为死马当活马医而已。你的医术是跟谁学的呀？你好像对我很好奇啊，你难道喜欢上我了？这女人可比她自恋多了。我对有夫之妇不感兴趣。你要是喜欢我，我可以去找他退婚的。永安侯世子要家世有家世，要能力有能力，你为什么不喜欢他？当然是因为我是颜控啊，这女人简直跟色中恶鬼没什么两样。这世上多的是中看不中用的绣花枕头，只看脸能找到什么好男人？萧青衣目光在他腰间逗留片刻，那还真是令人遗憾啊。我没说我自己啊。我有一味药丸，用过的都说好，可以给你算便宜点。易水寒深吸了口气，忍住杀人的冲动。走，送你回去。怎么回去啊？现在是宵禁时间，难道你还指望着坐马车吗？你这儿有空房吗？没有。那你房间是哪个呀？先借我。不借。刚见面就想爬他床，做梦！这男人大半夜的把他掳来救人，居然连个房间都不肯借他过夜，还是人吗？不会这么巧吧？隔壁就是他的新宅，把我送到隔壁吧。你跟踪我？这女人连他的秘密据点都找到了，到底是谁跟踪谁啊？我刚回京，只在永安侯府出过1次手，你就来找我救人了。两人都对这份巧合这么好半信看，半疑。点个订阅吧。你怎么在这里？早安呀，外祖母，昨晚到隔壁出了个诊。你半夜3更出门给人看病，这也太危险了。您不用担心。且不说萧家这边，永安侯府那边也会有意见的。我没想过要这门亲事，赐婚本来也不是赐给我的，萧家想让我替嫁，那也得看我乐不乐意。你是不是也嫌他毁容和名声不好？他这人不坏，外祖母跟他打过交道，被抄家收服之后，有次遇着表哥被一群孩子欺负，怀
反手打伤了2个孩子，孩子父母要扭送他去官府。永安侯世子路过撞见了，拦了下来，又替他给了赔偿。这些年他立了不少军功，杀的都是该杀之人。不过婚姻是人生大事，需要慎重对待。婚期还远着呢，你可以慢慢考虑。表哥他们去哪儿了？去码头扛包了。萧青英理解不了皇帝的决策。云家军守卫边疆几十年，打了无数胜仗，只败了1次就要夺爵抄家，即便10几年过去，也无法堂堂正正的行走做事，让人何其心寒。外祖母，你买好菜了吗？正准备去菜市，等会儿我来做饭，给你们尝尝我的手艺。你们在吃什么呢？这么香，香味是那边飘来的。那个女人在制药。第五，你过去看看。好吃，太好吃了！要是能天天吃到牛肉火锅，信你愿意再活500年。你是谁？想干什么？我是隔壁人家的护卫，想看看香味是哪儿来的。你已经看到了，可以走了。你们有多余的锅子吗？我们也想尝一尝。底料有100两1块，你要吗？义武虽然不差钱，但100两吃个锅子还是肉疼的。要一块。不用了，麻烦给我来一块。主子，我去割肉买菜。就知道吃，你就没有想过这会不会是毒药啊？小心驶得万年船。意思检查完底料，确定没毒。这是什么神仙调料啊？一吃就停不下来，太过瘾了！这是我吃过最香的锅子了。可惜一餐没口福。易水寒忍不住怀疑自己平时是不是苛待他们了。这帮人至于缺一顿吃的就跟天塌了似的吗？点个订阅吧。这几天让他尽量躺着别动。我送你。太阳打西边出来了，顺路。有话就说好，不用献殷勤。你昨晚的治疗方法可以传授给其他人吗？没问题啊。谢谢你啊，1万两够不够啊？这个不收钱。狐狸精还有不吃鸡的时候，我不卖身的。我也没有劝良家下海的习惯，你就当我做善事儿吧。明天你什么时候过去啊？我来接你。大小姐，老爷让你回来就去书房找他。你这个逆女，一大早就不见人，整天在外面瞎逛，我们萧家的名声都给你败坏了。萧家有这东西啊？不孝不悌，忤逆长辈，信不信我将你从宗族除名？没了萧家，你以为谁看得起你？这15年来，我也没沾过萧家的光呀。你这个当爹的没关心过我的死活，居然还指望我孝顺。我娘死了不到1个月你就续娶，新妻进门6个月就生了孩子。萧胜远，你是不是觉得云家败落了，没人追究你了？表示那是早产。我是大夫，一摸就知道骨龄。这些事情都过去了，你揪着不放，没有任何好处。你把我娘的嫁妆还回来再说。只要你安分守己，好好嫁入永安侯府，你娘的嫁妆自然会回到你的手上。你们这些年没少挥霍我娘的嫁妆吧？仓库怕是早就空无一物了。就这德行，也配和我谈名声？你只管放心，1分1毫都不会少你的。萧胜远过了一会儿才反应过来，自己明明是想教训他的，却反被将了一军。原本只当这女儿是一枚废棋，没想到她不仅会医术，人也聪明，若是能拢过来，不失为一个助力。这件我记得是云氏嫁妆里的，怎么都在你这？东西放着不用容易坏，妾身怕他们在库房收着收着就没了。以后别动云氏的嫁妆了，青音快出嫁了。娘，怎么了？你嗓子还没好？永安侯世子那天差点把他给掐死，他缓了2天都没缓过来。再给你换个大夫，可能过几天就好了。娘，刚刚您在生气？你爹见那小贱人长本事了，想要拉拢他。这些年他日子过得那么阔绰，靠的是什么？真以为是靠他那仨瓜俩枣的薪俸吗？萧青音害我在永安侯府出了丑，就要抢走父亲的宠爱吗？小姐，这是安国公府送来的帖子。帖子是安国公世子写的。等多久了？不到1刻钟。你知道安国公夫人生病的事儿吗？咽炎、肺炎、风湿、神衰、骨痛，说什么病的都有。这个定论，安国公府请你了啊！好心奉劝你一句啊，最好别趟着浑水。安国公长着兵权，庶长子文武双全，是他的左膀右臂。嫡子身体羸弱，刀都挥不动，世子之位摇摇欲坠。安国公夫人这次病的蹊跷，有可能是被下了毒。你到底是什么人啊？萧大夫，我们要是有牛油和香料的话，你能帮我们做点底料吗？不过要留1半的成品给我，作为加工费。太好了，谢谢。
呀。小叔，你知道京城第一美男是谁吗？我还见过呢。谁啊？新科状元白木生。没有比他更好看的了吗？游街那会儿，他差点就被手帕埋了。想绑他回家作序的人多到从金瑶姨都要派人保护他。说什么京城贵女矜持，也不比他好到哪儿去嘛。茵茵，你和安国公府有来往吗？是安国公世子想找我给他母亲看病，听说病了好几个月了。你娘和安国公夫人是手帕交，以前好的跟一个人似的，还约好以后生了孩子要做亲家。他居然还有个娃娃亲。刚开始他也接济过我们，被安国公老夫人责怪，我们就跟他断了往来。那我还真得去看看才行。你去看望一下就好，不要冒险。安国公府情况比较复杂，我会小心的。小姐姐，你来了，太好了，我这就带你去见我娘。莫非这位世子是个自来熟？蓉蓉说你是隐士高人的弟子，连太医都比不过，朝阳长公主就是你救回来的。是萧清荣向他推荐的他。你肯定有办法救我娘的，对吧？我会尽力而为的。大哥，眼弟，这位是萧大姑娘，前几天刚救过朝阳公主。胡闹！赵大夫找到人家姑娘头上，你做事还能更荒唐一点吗？爹，您别动怒，眼弟也是急着救母亲。但凡他有你一半稳重，都干不出这种事来。不好意思啊，看你白跑一趟。国公爷，先母和尊夫人以前是手帕交，既然来都来了，我还是先见见他再走吧。令词是云氏婉英。你进去吧，妹子这几天刚好也在念叨你。本集又结束了，我们下集再见喽。婉英，你来接我了吗？燕儿，娘怕是撑不住了。娘，那不是云姨，是她女儿青衣。有千言万语要说，但一开口就咳个不停。我先给您看病，您是不是浑身乏力，四肢疼痛，难受的说不出来，每天夜里都发热出大汗？这是一种血管炎症，是由于您的身体防御过度，自损其身。能治吗？治疗方法有些凶险，你们可能接受不了。这还是他第一次听到有大夫肯定的说能治，就是用风针替代银针针灸。狗大夫，您听过这种疗法吗？风针有毒，寻常人被蛰了尚有性命之忧。尊夫人如此虚弱，还往穴位注入风毒的话，还是这个疗法不可取，我绝不会让内子冒这个险。宁氏一阵恍惚，他宁愿被风针蛰死，也不想就这么活下去。如果自己真的被萧清英治死了，会给这孩子带来无数的麻烦，言儿也会因此被父亲责骂，会活得更加消沉。他必须放弃风疗。青衣，对不起，让你白费心思了。没关系的，宁姨，要是狗大夫的方子不见效，可以再来寻我。下午可以授课吗？可以。要麻烦你去一个地方，听课的人有点多，不在这个宅子。莫非是去这人的大本营？这次说不定能知道这人的身份。才上车，男人就取出一条黑绸带，轻身靠近。不好意思啊，回去一下。这是对待老师的态度吗？尚未碰到绸带，就被男人擒住了手腕。放心，不会怎么着你，我暂时不想泄露身份。君子之交贵长，我掏心掏肺，你藏头露尾的，你好意思吗？我不是什么君子，你也没掏心掏肺吧？什么意思啊？萧大小姐从小生活在老宅里，大门不出，二门不迈。14岁那年，奶娘去世后，她就开始采药卖药，走街串巷当灵医，还开了个药铺。你觉得这合理吗？失去了唯一的依靠，不抛头露面自力更生，难道还要躺在宅子里等死吗？他也不可能有你这样的胆量。萧家人没起疑心，反倒是被这男人抓住了疑点。但穿越这种事儿，他怎么可能告诉这男人？这世间嘛，就是有一些天命之子，他们前面10几年的人生可能十分平凡，甚至窝囊，但落入人生低谷之后，摔下悬崖，找到绝世秘籍，一跃便成为了武林高手。你怎么就知道我没有这种奇缘呢？这不都是画本子里面的吗？但要真是细作，手笔也太大了。换作是他，绝对不会把医术如此卓绝的人派出去的。我这样的人，注定是传奇。说完，自己先忍不住笑了。易水寒算是明白了，这女人嘴里也吐不出真话了。下车后，男人拉
拉着萧青音走了一段路，可以开始授课了。这群学员一看就是军中之人，也只有军队才会经常出现外伤。这人大概是军师或者幕僚，你们平常一定要多练习，不要忘记消杀。好，谢谢啊，小小心意。金子，是的，合作愉快。萧青荣以为萧青英这一天天早出晚归的是去给安国公夫人看病，听说安国公夫人病情加重，他笑得合不拢嘴。再一打听，得知人家根本没让萧青英治病，真是不足，还是有余。萧青荣在信里大骂了他一顿。慧言，你这个不孝子，放着我姐姐这么好的神医不信，你是想害死你娘吗？魏延如梦初醒，萧青英正要下车呢，一辆华贵的马车直撞了上来。你没事吧？怎么可能没事啊？易水寒有痛难言呢。我没事。魏世子，小姐姐，请救救我娘，她还吐血了。华贵马车转眼消失在街头，易水寒收回视线，脑海里回放着魏延抓着萧青英的那一幕，心中有些不快。去借安伯府，大概是好几天没和欧阳修齐喝酒，憋着了。府里如今是谁管家？常姨娘，我大哥的生母。你娘这几天的吃食是大厨房那边准备的，还是小厨房？府里没有小厨房，祖母嫌铺张浪费，不给开。你们有干净点的别装吗？我是指完全由你们控制，府上插不了手的。你是说府里有人？怎么会？常姨娘向来不争不抢，要不是我娘病得起不来，也不会交由她管家。你娘继续待在府里的话，就算是我也无力回天了。我们这就去别庄，娘，我们试试风疗吧，我不想失去您。您喝的参汤有问题。可是我不想连累你呀。您不用担心，我有70%把握，哪怕真的失败了，我也能全身而退。你娘不能借风，赶紧送她回房。说了多少次，做事之前动动脑子。爹，我想带娘去别庄接受风疗。你是想害死你娘吗？什么都不做，我娘也会死。那就试试吧，在府里就好，别庄安全一点。你胡思乱想什么呢？你要是盼我娘好，就让我们去别庄。风疗一定要连贯，断了就要重新开始。这10天最好不要让外人进别庄，以免干扰治疗。哎呦，你不知道啊，夫人今天被8只风蛰了，手臂肿得跟腿一样粗啊。夫人今天刺了12个穴位，全身都肿了。夫人今天脖子鼓了好多个包，好害人呐。谁都别想进别庄，除非从我尸体上踏过去。你真是得了失心疯，居然连个全尸都不给你母亲留。这个孽障，他这是活得不耐烦了，想让我们整个萧家都给魏宁氏陪葬吗？爹，你别生那么大气，身子要紧。等安国公夫人死了，全京城都会知道萧青英的恶名。就算安国公府不杀他，他也没有立锥之地了。妍儿，娘好开心，娘做梦都没想到还能好起来。多亏萧姐姐的医术。是啊，多亏了有青音在。单子你先拿着，等回府了，我让人送东西过去，你对这单子验收。这单子上列的东西都赶上世家嫡女的嫁妆了。您是想把国公府库房都搬空吗？反正留着也是便宜别人。一想到自己差点就死在别人毒手之下，他就恨不得立刻杀回国公府，闹他个天翻地覆。爷爷，我们先聊聊小妍的身子吧。都怪我，您不是故意吃罗刹子的吧？什么罗刹子？身怀6甲的妇人吃了，胎儿会羸弱不堪，妇人也很难再孕，硬是双手捂脸，失声痛哭。到底是谁这么……这些年您应该没少操劳吧？宁是满腔悲愤，原来他当了这么多年的傻子，夙兴夜寐，废寝忘食的操持大小事务，却不知道自己只是一头老黄牛，死了还要被喝血吃肉。青音，妍儿她还能恢复吗？最多恢复成常人那样，要舞刀弄枪上战场，那是不可能的了。是我奢望了，能和常人那样就很好了。我一定要拿回属于我的东西。不是说中午到吗？怎么还不见人？听说宁夫人被蜜蜂蛰了整整10天，哎呦，太可怕了！母亲、眼弟，你们终于回来了。魏腾怔了好一会儿。母亲、眼弟，大哥，好久不见。哎呦，这是安国公夫人和
安国公世子和蛇仙简直判若两人呐！他到底是用蜜蜂治病，还是用蜜蜂返老还童呀？萧夏这位大小姐真的是神医啊！只差一点点，宁氏就会被疼痛折磨死，魏延也会病死，而安国公夫人和世子的位置就会落入他们母子囊中。萧清荣也跑来看热闹。蓉蓉，谢谢你，幸好有你提醒。他这是悲痛过度疯了？萧姐姐真的是神医，我娘不仅被她治好了，还变年轻了。说什么？破锣一样的粗哑嗓音骤然响起，镇住了现场的每一个人。蓉蓉，你的嗓子怎么了？萧清荣猛慌不择路地拐进一条巷子，众人纷纷议论。哪怕萧清音一再表示不用客气，应氏和魏延还是坚持装了几车的谢礼给他。他不放心这些东西放在萧府，于是让车夫送去了韩氏那儿。隔壁住着一窝子汉子，应该不会有人来偷。木秀于林，风必摧之。你今天出的风头太大了，当心陛下找你要仙丹。他要敢吃，我就敢给喽。你就不怕半夜被人套麻袋吗？我只怕半夜被人砍脑袋。易水寒眼里掠过一丝疑惑，这不是他做过的事儿吗？京城治安这么好，应该不会有这种恶性事件的。无法无天的人多了去了，比如你上峰。我上峰是谁啊？永安侯世子。你是怎么猜到的？秘密。他从魏延口中得知，风陵匪寨正是永安侯世子麾下的南武营剿灭的。既然你猜出来了，那我就不瞒你了，我叫义九，是永安侯世子的心腹。是永安侯世子派你来接近我的？世子想了解你一下。世子其实也不想要这门亲事吧？世子想让你哄我私奔，对不对？萧小姐请自重。你应该对我也有好感吧？你们世子应该是个开明的人吧？他会成全我们的吧？这女人怎么总是出其不意，让人防不胜防的？你不会当真了吧？我开玩笑的。易水寒气得够呛，剩下的车程一句话都没跟他说。有伞吗？用这个挡一下吧。算了，反正也淋不了多久。潇潇，好久不见。你怎么在这儿？若我说是路过，那你继续忙你的事儿吧，我先回府了。潇潇，你就这么不想看到我吗？我们已经没什么关系了，还请白公子不要纠缠。我们第一次相见也是这样的雨天。不好意思，我有点忘了，你在哪儿找到的？一个喜欢收藏奇石的朋友那里。就这一颗吗？其他的我让他帮忙留意了。这颗六眼天珠是他那串失落的天珠中的一颗，谢谢，我欠你一个人情。你我之间不必如此客气。雨声太大，两人说话声音又小，听不清楚谈论的什么，但从动作和表情可以看得出，两人不仅认识，还交情匪浅。易水寒心里有点闷，以后这辆车要背着伞。白木生竟然和萧青衣私相授受，这次萧青衣死定了。你说白木生送了他一颗珠子，他们两人站在同一把伞下，爱的很近，还拉拉扯扯的。纸上画了7、8颗或长或方、或扁或圆的珠子，就是这样的珠子。本宫知道了，你回去吧。三公主是绝对无法容忍除她以外的任何女子接近白木生的。萧青英这次算是踩在马蜂窝上了。本集又结束了，我们下集再见喽。萧大小姐，贵妃娘娘请您进宫一趟。那不是三皇子和三公主的生母吗？萧青英满腹疑惑地跟着内侍进宫。请您在这稍等，咱家去请贵妃娘娘过来。东宫，我和您一块去吧，我胆子小，不敢一个人待在陌生的地方。内侍抬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点了他几处穴位。您别担心，这里没什么人来的，咱家很快就回来。到底是谁跟他过不去啊？竟然设了这么大一个局。小二想阵了没啊？做梦都想。一出令人耳热心跳的欢好声。萧青英如遭雷劈，他到底做了什么孽？要被动窥听皇帝和王妃之间不可言说的秘密，这是活人能听的吗？陛下，臣妾得走了，再陪着一会儿好不好？中秋宫宴快到了。脚步声响起，我命休矣呀！萧青英蓦然回头，一声一酒呼之欲出，映入眼帘的却是永安侯世子。为何一酒
和永安侯世子的气息如此相像，谢谢你。不用客气，谁带你来这里的？一个内侍，我和那贵妃毫无瓜葛，她为什么要害我？可能是因为你得罪了她的女儿。你能给我解释一下吗？三公主对白木生一见钟情，殿下在殿试时问白木生愿不愿意当上人，白木生拒绝了。本朝规定，驸马不能出事。三公主并未死心，依然纠缠白木生，把出现在白木生身边的女人都视为情敌，轻则毁人名声，重则伤人性命。宗室就不管管？御史参了他很多次，哪怕大理寺调查也没有足够的证据。真是祸水。仇公公回来了，麻烦送我回庭。来而不往非礼也，可以麻烦您护我一下吗？不知道那位乔公公会不会下死手？可以。这女人居然还在这里，不好意思，让您久等了。他完全想不到萧青音会对他动手，一时没反应过来。乔公公，是谁给你的胆子对户部尚书千金朝阳长公主准儿媳妇动手的？是贵妃娘娘吗？她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的，萧胜远不一定追究，易水寒却未必。这个杀神在宫里也敢动刀，皇帝的话都不一定听。咱家一时冲动，请萧大小姐原谅则个。贵妃娘娘呢？抱歉，娘娘刚刚身体不适，不能来见您了。连面都不露，就差点要了她的命。不早说啊，害我白白站半天了。表妹遇到什么喜事了吗？莫非是见着太子了？殿下，政务繁忙，连宫门都不出，我怎么可能见得到他？听说你那个姐姐是个神医呀，你怎么不找她看看嫂子呀？萧青音肯给他看，他还不敢吃他开的药呢。那她长得怎么样啊？表哥，我可提醒你，她是永安侯世子的未婚妻。姚广茂眼神瑟缩了一下。有次他在大街上调戏一个卖花女，被永安侯世子撞见，差点断了他命根子。永安侯世子又怎么了？长得还不如我呢。小姐，大小姐回来了。三公主怎么可能放过她？表哥，你要去见见她吗？这样一个美人儿，真的甘心嫁给易水寒那个活阎王吗？蒹葭苍苍，白露为霜。所谓伊人，在无前方。哪来的二货？嫂子好了。姐姐，贵妃娘娘召您进宫，所谓何事啊？这和你有什么关系呢？妹妹只是关心姐姐罢了。那就谢谢了，我的好妹妹。萧青荣感觉肩膀被针扎了一下似的，痛感瞬间消失，他便以为那是错觉。他意识模糊不清的挠了一整宿。贱人，他竟要跟我！然而海棠院空无一人。萧小姐，我娘又发病了，麻烦你看一下。她的哮喘是不是发作的越来越频繁了？现在几乎每个月都发作一次。如果想根除的话，需要给她做风疗。好，那就麻烦你了。萧青音本来只想着白天过来坐诊，永安侯却担心万一出现意外，不如就在侯府住下。易水寒见他有空，把义武他们备好的牛油和香料拿了出来。他们说你答应昨天做的，昨天你没过去啊？绝对不是他馋牛油火锅了。看看他们俩在厨房做什么好吃的，帮我要一份儿。你在吃药呢，不能乱吃东西，万一能吃呢？馋猫。好，我去瞧瞧。殿下接受封疗期间不宜吃发物。朝阳长公主失落不已，也不说什么，就拿她那双勾魂夺魄的凤眸直直盯着萧青音，当即就贡献了10几个菜谱，都是西朝尚未开发出来的样式。朝阳长公主吃得不亦乐乎，整日眉开眼笑的，逢人就夸自己有个好媳妇儿。点个订阅吧。人家还没嫁过来，你别胡说八道。这不是迟早的事儿吗？涵儿，你该不会不乐意吧？医术高超，厨艺惊人，性子平和，相貌出挑，这样的姑娘满京城挑不出第二个了。这都不满意，是想上天吗？但她刚来京城没多久，我们对她不了解。想当年，我只见了你爹一面就定下来了。他爹是官宦人家出身，又是连中3元的状元，祖上18代都能查个一清二楚。而萧青音就跟个横空出世的妖精似的，还不清楚他和白木生是
怎么回事呢？思虑过重可不是什么好事儿。贺府上下就你脑子动得少，都是我爹惯，您甭操心了。朝阳长公主被他油盐不进的模样气得不行，不舒服吗？我就是担心涵儿，他都一把年纪了，还有什么值得你操心的？这个不孝子又折腾他的宁儿。他都20了，一个姑娘家都不肯亲近，你说他心里是不是还藏着那事儿啊？都过去这么多年了，他早就忘了。那他怎么不近女色？他很想知道他哪只眼睛看到儿子不近女色的。他这几天连军营都没去，那位萧姑娘走到哪儿他就跟到哪儿，就差给人家当挂件了。顺其自然吧。你说的对。长公主说完秒睡，可怜永安侯一夜无眠到天亮。娘，甭聊结束了没有啊？行，我占着你未来媳妇儿了。赵夜不肯吃东西，您这2日没为什么吧？是不是你这几天都在府里，没带他出来，闷着了？他很少这么多天都不骑马的。那我去郊外转转。等等，青衣，你回京快1个月了，还没有去过京郊吧？东郊有座寒山寺，斋饭堪称一绝，你想不想尝尝？等你好了，咱们一块儿去吃吧。你和涵儿这就去带一份回来给我，可以吗？殿下。好的，娘，我们这就去。涵儿这孩子总算是开窍了。不用急着回来啊，离晚宴还早着呢。你到府门等一下，我让管家备车。还有多余的马吗？你会骑马？我骑术还不错呢。自己挑一匹吧。这些都是他的宝马，个个脾性不小。你倒是有眼光啊！这是赵烨，我在草原上捕获的马王，你别靠那么近，他会撅蹄子的。给你，大白，不要给他的马乱起名字好不好？他居然会吃瓜子。易水寒心塞，当初他花了足足1个月才彻底驯服这匹马。易水寒眯了眯眼，杀意凛然。你别吓大白，他胆子小。天凉了，他该换坐骑了。白默生脸上瞬间乌云密布，碎瓷刺破掌心，鲜血汩汩直流。永安侯世子。本集又结束了，我们下集再见喽。你在找什么呢？这里有一大片，这能吃？超美味的。这一挖就挖了半个时辰。易水寒定定看着脖间的红绳，露出一黑一橘2颗珠子，眸底暗了几分，正是那天白默生给他的。是他们的定情信物吗？不然不会贴身带着。萧千英留意到他的视线，赶紧塞回衣内。易水寒脸色沉了沉，我先去寺里打包斋饭了。萧千英感觉这人情绪不对，回城没和萧千英说一句话。涵儿，出什么事了？殿下，我先去处理这些菌子了。怎么2人出去一趟，相处更别扭了？一九眼，你能不能管管你未来媳妇儿，看看她都带着你娘干什么了？他呕心沥血教养了多年的爱妻，以前眼里只有风花雪月诗酒茶，现在开口烟珠闭口去世的，害得他夜里睡觉都不安稳，生怕哪天醒来就鸡飞蛋打。这不挺好的吗？他早就看不惯这人的德行，把他娘宠得跟个草包美人似的，一点长公主的锐气都没有。你总有求我的时候。这小子心动而不自知，那姑娘又是个外热内冷的，他迟早要栽个大跟头。故弄玄虚。再吃2副药，您就能彻底摆脱哮喘了。以后我能随便的闻桂花了，太好了。永安侯最喜欢的花就是桂花了，这20年来他从不赏桂。萧千英告别时，朝阳长公主拿出一沓契纸给他，这些契书不是铺子就是宅子，足足有10张。世子帮过我大忙，您不用这么客气。他帮他的，我谢我的，你们什么交情，跟我可没关系。这太贵重了，别推来推去，不然烟柱养好了，我可不分肉给你。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。等会儿你跟花嬷嬷走一趟，认一认这些地方。谢谢您，我在京城没有信得过的人手，想拜托张表哥和舒表妹帮我管一下铺子，不知你们可否愿意啊？那还用说，当然愿意啦。我们没做过买卖，不知道会不会耽误你的生意。谁都有第一次嘛，我在宜州开铺时也没有经验，我相信你们能行的。我们一定竭尽全力。萧千荣这10天过得痛不欲生，他把京城的大夫请了个遍，没有一个能缓解他身上的痒痛，日不能安，夜不能寐。点个订阅吧。不
管你对我有多少不满，把我折腾成这样，也该消气了吧？求求你，把钱要给我。妹妹，你怎么变了个人似的，还怪吓人的。姐姐医术这么厉害，能不能帮我治一下？我没见过你这种病，不会治。你非要赶尽杀绝吗？我都认错了，你还要我怎样？你们小姐好像有那个大病，赶紧带她回去吧，咬到人就不好了。不可以这样，我就杀了你！不想死的话，记得离我远点。萧小姐，咱家是三公主派来的。殿下有事找我？殿下让我告诉你一声，裘公公突然暴毙身亡。裘公公就是前些天请萧大小姐进宫那位。萧青荣瞳孔一震，一定是萧青音干的。想到自己即将步裘公公后尘，萧青音遍体生寒。殿下还托我带了句话，他要萧大小姐身败名裂，生不如死。夫人，请您去一下库房，好像是嫁妆的事儿。莫非姚氏想用云氏的嫁妆换我出手治萧青荣？大小姐，你先对一下，夫人稍后过来。是云氏的嫁妆单子，萧青音手上也有一张，是韩氏给她的。刚进去就嗅到一丝若有若无的香味儿，有些人真是不见棺材不掉泪。大小姐，你怎么了？唤了好几声，萧青音也没反应。表哥，姐姐在里面等着你的。他真的愿意。表哥，你比永安侯世子好看。儒雅，姐姐上次对你一见倾心。他还算是有眼光的。姚氏笑意盎然地引着将娇甚笃的夫人往后花园走，令人面红耳赤的喘气声。不好意思啊，让你们看笑话了。府里的奴才实在太不像样了，赶紧让这两个混账消停消停。夫人，是表少爷和大小姐。你是贱婢，竟敢污蔑主子，把他拖下去，交给洋行贩卖了。夫人饶命，房里的人真是表少爷和大小姐啊！竟敢往我们大姑娘身上泼脏水，还请大家同我一同去看看，还孩子一个清白。青音广茂，你们在做什么？青音可是和永安侯世虽有婚约的，都怪我。你们在这儿做什么呢？姚氏瞬间白了脸，那不是荣妹妹和茂表哥吗？他们在做什么呢？那不是蓉蓉，是府里的奴婢。孩子哥哥，你知道吗？齐荣一直心仪你。我是你表哥，你睁大眼睛看清楚了。夫人脸上顿时跟开了胭脂铺一样，面色五彩纷呈。你们别听这两个贱奴胡言乱语。几位夫人敷衍点头。畜生！打了30夹棍。我怎么养了你这么个不知廉耻的贱货？你是想蓉蓉死吗？她已经够难受了。但凡他心里还有一点廉耻，就该找根绳子把自己吊死算了。为什么每次射击那个小贱人，受难的都是他的蓉蓉？技不如人，还要跟人家作对，简直愚不可及。以后别学他的打扮了，10个你都比不上他一根手指头。这三公主要解药。一想到余生只能躺在床上，萧青荣就惊恐得无以复加。他是死是活，关本宫何事？能和我去一趟东宫吗？太子妃难产。太子妃和孩子要是有个3长2短，姑要你们全部陪葬。司徒胜看着他们这副鹌鹑样，怒火更盛，把他们拖下去砍了。太子大婚已7载有余，期间太子妃怀过3次胎，都没保住，眼看就要瓜熟蒂落了。太子妃突然时不时晕厥，药石难进。明夜，萧大姑娘过来了。萧大姑娘，请你救救太子妃和姑的孩子。马上煮这个汤，尽快送过来。太子妃这是酮正酸中毒。他们怎么敢？有没有解药？酮正酸中毒是消渴症患者常见的并发症，并非是外部摄入的毒药。太子妃的消渴症是妊娠期才得的，御医理应知道她需要严格控糖。她吐得厉害，吃不下什么东西，只爱吃鲜果。吃的什么果子？
子，每天吃多少？每天1只甜瓜，3只芒果，2斤葡萄。太子妃不依时，司徒胜顿时如遭雷劈。孩子呢？孩子生下了没有？跟着我的节拍呼吸，半个时辰之后，孩子生了下来。大概3天前，孩子胎心就停了。阮兰若接受不了这个打击，要是早几天催产，是不是孩子就不会？太子妃的消渴症太严重了，纵使安然生下，存活也难。我是因为吃了太多果子才中毒的。我真是个傻子。姐姐，我来看你了，怎么半月不见，你已经瘦成这个样子？什么东西都吃不下，人哪能不瘦？总得为肚子里的孩子着想吧。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提孩子的，好好调养身子，孩子还会回来找你的。希望如你所愿，你来的正好。肖大夫给我开了一副调理身子的药，你不是每次来月事都喊痛吗？你喝了，这毛病就好了。姐姐，你对我真是太好了，我等会儿就端回去喝了。你趁热喝了吧。妹妹这2天肠胃不适，不如等我问过御医再。肖大夫就在这里，他的本事比御医好多了。安国公夫人和姑母的病也是他治好的。我又闹肚子了，回去出个宫。站住！是怕我在药里下毒吗？我素来把你当亲妹妹看待，你居然怀疑我？妹妹只是肚子不舒服啊，等会儿回来我就给肖大夫看。是你跟我说吃的鲜果越多，孩子越水嫩。明明是你吃不下东西找我诉苦，我才说不如吃点开胃的果子。我什么时候说过？你喝了这碗药，我就信你。本集又结束了，我们下集再见喽。姐姐，我知道你失去孩子你很难过，但你也不能折腾我呀。很伤害我的孩子，就要有被报复的觉悟。汪良帝脸上写满了恐惧，这一定是绝子药。怎么这么冒失？殿下，姐姐疯了，她非说是我让她吃那么多果子的，还要给我灌绝子药。臣妾好不容易才挣脱出来的。过去看看。兰若，汪良帝说你……我刚刚在喝药，汪良帝突然冲进来抱着我哭，后着身子不舒服，让他放开，他不肯。你擅闯太子妃寝殿，打扰太子妃休息，禁足1个月。汪良帝一脸委屈，垂头丧气地离开了。殿下，汪良帝如此设计臣妾，未必是为了争宠，毕竟他至今不曾和您圆房。我会查个清楚，你好好休息，不要想太多。谢谢殿下关心，不好意思让萧大夫看笑话了。谁家没有一本难念的经呢？只是宫里多了好几本。萧大夫真是个妙人，其实我还挺羡慕你。永安侯就世子1个儿子，没有兄弟阋墙这种事儿，世子房里又干净，你嫁过去什么都不用操心。万一世子他不中用呢？我不就守活寡了？你也不怕世子知道你背后这么说他？毕竟我没脸没皮。谢谢你，萧大夫。我的身体要多久才能再次受孕？最好养个2、3年再考虑孩子。殿下等不了，朝中已经有人以无子为由弹劾他了，能不能帮帮我，让我3个月内再怀一个？生孩子不是您一个人的事。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为何太子子嗣如此艰难？你们没有考虑过原因吗？太医说是我们的体质和太子不太般配。我没给太子殿下把过脉，不好下定论。若是太子对自己的情况一清二楚，想必不会让他一个女大夫把脉。我先跟殿下商量一下，到时候说不定还得麻烦你。有件事情想请教你一下，我有个朋友，他……萧青英只听了个开头就知道他说的是谁。通常人们说我有个朋友怎么样的，说的都是自己。他不是，他没有，别瞎说。需要先找到根源，调理才能有效果。种子活性低，有先天原因，也有后天原因。萧青英下意识地看了易水寒一眼。这女人还能再离谱一点吗？都说了是朋友，盯着我看做什么呀？你怀疑这个手串有问题？这个手串是齐皇叔送我的籍贯礼，我很喜欢，几乎
天天带着，今年年初有颗珠子不小心碰碎了，我才搁置了一段时间。贤王年纪比司徒胜大一轮，从小带着司徒胜玩，两人感情非常好。知道司徒胜喜欢手串，他不止一次送过，可以说是送到司徒胜心坎里。就连他父皇对他都没有七皇叔上心。油脂并不能隔绝他的辐射，需要深埋地下。我和我这个朋友来往密切，会不会也受影响呢？你找个人试试不就知道了？你的意思是让我先弄个树长子出来？开个玩笑，开个玩笑，把脉就知道了。见他一脸惋惜地看着自己，不由得心头一紧，是不是不太好啊？萧青音瞥见这人眼里那份紧张，玩心顿起。他会不会介意这一点呢？能调理吗？恐怕不能。见易水寒眼神都暗了下去。哎呀，跟你开玩笑的啦，这种事情是能拿来开玩笑的吗？他恨不得掐着这女人的脖子，把她倒过来，晃掉脑子里的水。太子妃娘娘的复诊时间到了。等等，你还没有帮我朋友开方子吗？有一味药丸，回头我治好了给你。可以提供药丸的配方吗？我朋友对入口的药物比较慎重，不过你放心，药方我们不会泄露出去的。不过得加钱，我们今晚吃烧烤吧。好。云舒举双手双脚赞成。小叔，你去菜市采购，表哥找铁匠定做一个网，顺便买点签子和炭回来，我去弄点调料。外祖母，您等会儿帮忙洗菜切菜。肥瘦相间的羊肉串，香得一墙之隔的叶武等人齐刷刷地爬上墙头，过来一起吃吧，备了你们的菜。太谢谢了。有件事想麻烦你们帮一下忙，只要不是杀人放火打家劫舍，他们都能全力以赴。不，要是有正当理由，我想开个药铺，需要装修一下店面，你们有认识的工匠吗？这事儿包在我们身上，那就拜托你们了。好好的千金小姐不当，跑到我们这行当凑什么热闹？自打上次给安国公夫人看病败给萧青音之后，狗大夫心里就没舒坦过，居然挨着他的医馆开药铺，这不是存心和他过不去吗？何叔，您生病了吗？老婆子受了一点风寒，最近天气确实容易着凉，您也要注意保暖，千万别冻着了，不然老毛病又要卷土重来了。大小姐，老奴对不起你呀，前2天喝大了，把土匪劫持的事说了出去，二小姐知道。没关系，当初让你们保密，考虑的不是我的名声，而是匪寨背后的势力。凡事不怕1万，就怕万一嘛。您和和婶最近小心一点。你们听说了吗？萧尚书的嫡长女回京时被土匪抢去糟蹋了，整个山头的土匪都轮了个遍。难怪活阎王第2天就率兵踏平了整个匪寨。活阎王怎么没把他也杀了呢？既然太甚，我这就去萧府为你讨个公道。哥，我们走。你们别那么激动，我们没有证据，他们要是告官，我们可就吃大亏了。那我们就任这些流言传来传去的。很快京中就多了一则传闻，萧大姑娘要告人诽谤，悬赏1万两黄金寻找流言出处，可以来百宝斋领赏。这个法子好用，就是太费银子了。1万两黄金呢，他都恨不得上街探查。不能揍他们，又不能让官府惩戒他们，想惩治一个人，方法多的是。停工，停工，不要再施工了。不要管他们，继续。我们商会不同意你在这开药铺。什么破玩意儿？大西律法只说开铺要去衙门登记，你们这商会到底是什么存在？另一个朝廷吗？一顶大帽子扣下来，八字胡险些站不稳。你个名声污秽到极点的女人，在这开药铺，谁知道你到底是卖药还是卖春？我们南北大街向来秩序井然，绝不容许你这样伤风败俗，害群之马，滚出南北大街！原来是街霸呀！有本事就打一场，谁赢了谁说了算。舞刀弄枪的，算什么姑娘家？跟你打，我还嫌脏了手。是怕输了丢人吧？一下子就被云舒掀翻在地，摔了个狗吃屎。像你这样的也好意思像男人？看一眼我都嫌脏眼睛。给我砸！云舒眯了眯眼，正要挥动长枪，一排羽箭从天而降。大人饶命啊！不是说出了匪寨这桩丑事，活阎王不会要这女人了吗？怎么还护得这么紧？本校尉很好奇，你们为什么说我未婚妻名声污秽到了极点？大人恕罪，
小人不该轻信流言。小人嘴贱，口出狂言，小人该死。这把嘴确实挺贱，连我的人都敢骂，不如切了。八字胡面色瞬间惨白，竟是吓尿了。我未婚妻确实去过风陵匪寨，是本校尉带她去的。全场目瞪口呆，这是什么骚操作啊？居然要被迫参与剿匪，目睹生死厮杀。任何胆敢造谣、传谣、污蔑、侮辱萧大姑娘之人，本校尉一个都不放过。八字胡眼前一黑，全部送去京兆府。谢谢你为我解围。不用客气，你也帮过义救。萧青英这才想起自己马甲掉了，不好意思啊，进京时为了少点麻烦，稍微打扮了一下。萧青英被土匪劫持的流言传开之后，他立刻就想到那个胆敢调戏他的女流氓了。他怎么就没早点想到他们是同一个人呢？自己最窘迫、最不堪的模样都被他看过了，他还一副初次见面的模样，易水寒就恨得牙痒痒。这女人也这么好看，小姐姐，我们来看你了。小爷，你和宁姨怎么找到这儿来了？易水寒看他宛如雀儿一般欢快的身影，眼底阴影密布。宁姨，安国公府的门槛最近是不是都被媒人踏平啦？踏平倒没有，不过快踏出坑来了。看来好事将近啊！怕是远程呐，到底是谁跟你过不去，用这么恶毒的手段呢？我们不如坐下来聊。我也一块去吧。这人居然主动凑热闹，斩草不除根，怕是春风又起。依你看，这些流言是谁传出来的？大概是我继母或者妹妹。不可能，蓉蓉不会做这种事的。宁是一脸无奈。蓉蓉很善良的，我小时候参加宴会被别的孩子欺负，是她帮我解围的。娘先前生病，也是她极力推荐萧姐姐。要是我没能治好你娘，会发生什么呢？魏延怔住了，这就叫借刀杀人。从一开始，萧青荣就是故意接近他的。不好意思，我去一下净室。魏延红着眼，易水寒朝着萧青英眨了眨眼。这样的小屁孩你也看得上？眼皮抽搐了吗？要扎两针？有件事觉得还是要和你说一下。我和你娘虽是手帕交，但成亲后各自忙碌，来往并不密切。你出生后和她关系最好的是姚氏，这事儿他还是第一次听说。姚氏经常去萧府看你娘，哪怕你外祖家出事，他也没有和你娘断交。我怀疑你娘去世前，姚氏就和你爹在一起了。我倒是有点怀疑我娘的死因了。云家刚出事儿没多久，他就难产身亡。萧胜远轻轻松松的就跟云家撇清关系，半点都不耽误仕途。要说里面没有半点猫腻，萧青英是不信的。谢谢宁姨一直挂在心上，我会找人调查的。你要小心一点啊！需要我帮忙吗？那就麻烦世子了，举手之劳而已。各位好汉，不知小女子哪里得罪了各位，还请告知一二。不讲武德，他何德何能啊？竟然劳对方出动这么大的阵仗。皇城司的人呢？眼都瞎了吗？这么多非法分子没看到啊？数道破空声传来，谢谢阿九。阿九，你觉不觉得这一幕分外熟悉啊？满像尸体横陈，想不起来了。需要我帮你回忆一下吗？本集又结束了，我们下集再见喽。不就是调戏了一下他吗？小气鬼。风太大，我听不清楚。听说小气的男人鸡鸡特别小。蹲在屋顶上看热闹的义武等人差点摔下来。你还是个女人吗？你试一试不就知道啦。不过有的人不一定能试出来，毕竟有个没有差不多。跟这个女人吵架是不可能吵赢的。你知道这些人都是什么人吗？杀手。他们都是死士，豢养这样一批死士可不容易，给你一派就是50个。你知道这是谁的手笔吗？且不说进京前结下的仇家，进京后得罪的人也不少。这事我会让人调查的。能派个人去萧府看看吗？看那个姓何的老车夫和他妻子现在怎么样了？我去吧。你怀疑这些人和风陵匪寨那帮人有关？他们并未对我下死手，似乎有所图谋。那个匪寨什么来头啊？能透露一下吗？还在调查。该不会那天杀红了眼，一个活口都没留吧？情报都在那个匪头手上。莫非你看在一夜夫妻百日恩的份上，舍不得审讯？
靴，易水寒磨了磨后槽牙，有种把眼前女人劈成2半的冲动。那家伙太能扛了，我们什么审讯手段都用过了，愣是眼皮子都没眨一下，好像感觉不到痛楚一样。他可能得了一种罕见病，先天性无痛症。得了这种病，岂不是天下无敌了？恰恰相反，他们经常受伤而不自知，反而容易危及生命。肖大夫，那对姓何的老夫妻被人杀死了。带我去见见那个匪头。去永安侯府。你把人关在府里？我最近都在府里。他在永安侯府住了好些天，怎么一次也没遇到他？你和世子到底是什么关系啊？你想知道什么？感觉你好像是他的童养媳一样。我们就是普通的主仆关系。好像也会。世子偶尔也会帮陛下处理一些事情，才在府里设了地牢。永安侯世子不只是内军校尉，还是皇帝的一把刀。夫人，你终于来看我了。他确实是先天性无痛症。他这病能不能治啊？这是天生的。既然你们都知道了，不如考虑考虑别的办法。夫人，你和我圆个房，为夫心里一高兴，就把秘密都告诉你了。怕是大当家有心无力呢。他这样很容易失血过多身亡的。第三，给他上一下药。不需要我帮忙吗？不用。这女人是不是没有男女之别？你们要是拿她没辙的话，我这倒是有个办法。愿闻其详。说一直不睡，人就会精神崩溃，超过36个时辰不休息的话，器官就会衰竭，走向死亡，当即让人执行。你的方法很好用。他招了。他是谁的人？不清楚。你管这就招了？你听我说完吗？好吧，你说吧。他叫赵无极，本是梁县一个镖师，3年前犯了命案，便在天雷山落草为寇。2个月前，突然有人找上门来，请他带匪帮去霸占封岭，若是不答应，就立刻通知朝廷派兵剿匪。他只想当个山大王，想也没想就拒绝了。当天晚上，匪寨就遭到一群黑衣人入侵，杀了30人，不得不一言照做。在对方的配合下，匪帮悄无声息地霸占了封岭，对方让他们对所有的行人和物品一律放行。赵无极他不甘心，格外留意过关物品，意外发现某批大宗物品里藏有4个藩帮之人，他把那4个人截了下来，打算以此作为筹码。对方10有8成以为他和赵无极有关联，才会在流言传出之后找上门来。找到赵无极藏的藩帮之人了吗？找到了，但是我听不懂他们说什么。他们说了很多次的 help 吧。你怎么知道？鄙人不才，刚好会1、2门外语。现在的戏作竞争都这么激烈吗？不仅要会医术，还要会外语，好像还有厨艺啊。到底是哪个大国派出来的人呢？底蕴未免太深厚了吧。我可以给你当翻译。你现在有空过去吗？外祖母，我先出去一下。今天可是你的生辰，我特地准备了长寿面。萧青音差点忘了，我今天一定早点回来。悄悄，生日快乐！这新科状元怎么回事啊？3天2头上门骚扰别人的未婚妻。你要是不来，我会更快乐。我现在不爱吃了。那你现在爱吃什么？只要不是你送的，我都爱吃。悄悄，我们和好好不好？真是岂有此理！光天化日之下，公然勾引别人未婚妻，请你有事没事不要再来找我，除非你打算用上那个人情。悄悄，你不能因为一次错误就判我死刑。我并不知道他看上了你，我以为他真的想找你看病，才会送你过去。白木生，不要再自欺欺人了，你就是一个可以为了仕途不择手段的人。若非他有几分自保手段，早就成了那人手里一道被残虐致死的亡魂。我从来没想过伤害你，从遇见你的那天开始，我唯二的心愿就是金榜题名，娶你为妻。你最好离我远一点，我不想整天被你的爱慕者报复。有人找你麻烦，我想你应该很清楚。大姑娘，主子让我给您送生辰礼来了。一整车堆得跟小山似的瓜果，我怎么感觉这么像是1/9的手笔呢？替我谢谢你们主子。他们在说什么呢？说他们是受邀而来的异国贵宾，我们不能囚禁他们。我没听说过这个国家呀。西国有火炮了吗？没有。他们不只有大炮，还有能够远航的坚船。他会不会来自于海外的某个大国呀？那么他来西国是为了了解这儿的风土人情，以便日后他们的军队攻过来，更好的接管这儿。购买火炮的人早就知道一国的存在，却瞒得密不透风，还私下和对方交易。我去禀报，义务送你回去。遇到烦心事儿了，回来的有点晚了，担心您做好的面已经坨了。我刚下的面，保准你吃下来劲道爽滑。外祖母，您的手艺真好，这是我吃过的最好的长寿面了。来年呀，还
来给你做。睡了吗？阿九，你这么晚过来是想自荐枕席吗？他就不能正经一点吗？能不能教我学英语啊？除了英文还有什么想学的？这么大方，你还会什么呀？我床上功夫也很好，半天说不出话来。你这又是送我瓜果，又是半夜来找我的，我还以为你是来幽会的。他后知后觉地想起投瓜治果示爱的习俗来。你别多想，我没有那个意思。既然没事，你就回去吧，我要睡了。生辰礼，世子见你好像挺喜欢玛瑙的，就选了一串。我喜欢的是你，不是他。你喜欢的是我的脸而已，不是我这个人。不然为什么明明是同一个人，他只喜欢一九呢？我不只喜欢你的脸，我还喜欢你的腰、你的腿、你的这个那个这个。你就是馋我身子。你性子也还可以啊，怪纯情的。他说的好像自己历经千帆似的。难道他不止白木生一个老情人？宜州那边风气都是这么开放的吗？合则聚，不合则散，哪怕成了亲，也可以各玩各的。易水寒突然有点焦躁。这里是大溪，你还是矜持一点好。我已经很矜持了。你看我一没去清风馆，二没去看戏子，三没在街上扔帕子治瓜果，就多看你几眼而已。麻烦您安排一下英语课程，我每天可以抽出1个时辰学习的。这个课得按时辰收费。多少钱1个时辰呢？100两，朝臣星凤都没他多。嫌贵啊？那你也可以肉。不贵不贵，独一无二的学问当然值这个钱了。要多久才能达到你这样的水平呢？有语言天赋又勤奋记单词的话，2年就差不多了，不然可能学个10年8年的都开不了口。他下半辈子还有银子买马吗？殷姐姐，明天有灯会，我们一起去看吧。我恐怕去不了，我得去参加公宴。听说那里有菊花展和灯展，可漂亮了。回头我给你说说。小姐姐，看什么呢？这么出神，我喊你都没听到。我看美男呢，在哪儿呢？我怎么没看到啊？在我脑子里啊。小姐姐，你最近去哪儿了？我去萧府找了你好几次，每次门房都说你不在。我现在住在明德路8号，我记下了，以后去你那儿找你玩。那是谁啊？贤王妃。他对贤王略有耳闻，他从不上朝，也不务正业，终日沉迷吃喝玩乐。贤王至今没有子嗣，贤王妃红杏出墙。三公主这条裙子真好看呀！改天你去我那儿，我给你做烤全羊，跟这个味道不一样。谢谢小姐姐。福星想了一个比赛，朕觉得甚为有趣。你们若是想玩的话，可以报名的。每道浮桥均由24对隔板组成，每对隔板包含1块实板、1块虚板，参与者必须避开所有虚板。男女队前3名通关者，皆可从舞台处挑选1样奖品，先到先选。踩到虚板者不必过于担心，板子只会下陷3寸左右，不会落入水中。比赛是福清公主，也就是3公主想的，奖品中恰好有她想要的天珠，想拿天珠就要参加比赛。听起来很好玩呀。这比赛有点危险，要是虚板不牢靠，天气这么冷，我可不想变成了汤鸡，还当着这么多人的面。小姐姐，你怎么说一套做一套呀？我有非要不可的东西。火碗纱火烧不坏，1年才产10匹，全是贡品，买都买不着呢。我好想要。过桥顺序是抽签决定的，萧青音抽到最后一个16号。小姐姐，我们是不是可以躺赢啦？要是前面的人运气好，奖品就没我们份了。重在参与。永安侯世子居然也会对这个感兴趣。易水寒是看到他报名才参加的，他本以为萧青音在意送色珠的人，这会儿见他明知3公主跟自己不对付，还要参加比赛，才晓得他在意的是色珠。既然他想要，他就助他一臂之力。小姐姐，我来试吧，那个奖品应该对你很重要，我有没有火碗纱无所谓的。砰的一声，脚下板子陷落3寸，那块本该是石板的隔啪的一声碎裂开来，针尖般锐利的牙齿深深地扎进了细皮嫩肉里。本集又结束了，我们下集再见喽。萧青音感觉有些糟糕，蛇胆吃的有点晚了，毒液已经蔓延开来。公公，请问我们这组怎么算？大好日子要是闹出人命来，那可就玩大了。幸好2人都平安无事。你是女队第1。公公吓死
死我了。我没事，早知道我就不和你抢了。我落水总比你落水好，永安侯世子搭救起来不用顾虑太多。怎么好像闻到了狗粮的味道？玛瑙手串你不要，换这颗色珠可以吗？我很喜欢这份生辰礼。太冷，好热。司徒月意乱情迷地扯着身上的衣服，其他人看到这幅场景，眼珠子都差点掉下来，赶紧别过头去，当做什么都没看到。混账，人都死了吗？福星撞了邪，都不知道服下去吗？又迷疯一个，真是蓝颜祸水呀！姐姐送你的中秋节礼，你不要吗？我没有想要的了，想着你喜欢火浣纱，所以才选了这个。回头我让人做2身裙子，咱们1人1身，穿着一块逛街去。你知道哪里有寒泉吗？你要带小姐姐去哪里啊？看病。白木生紧咬牙关，甩袖离开。萧青音刚开始还安安分分窝在他怀里，没多久就开始乱动。这张太丑了，给我变张脸，我要看帅哥。你这是怎么回事啊？该不会是烧傻了吧？这么凉，他受得了吗？不会把人泡坏了吗？今晚的月色真美啊。是很美。你应该说风也很温柔，这样我就知道你也是喜欢我的。昨天不还说喜欢一九吗？今天怎么变成他了？真是个骗子。易水寒怔了片刻，才意识到自己在看哪儿，心跳乱得一塌糊涂。你为什么这么在意色珠呢？因为集齐9颗珠子可以召唤神龙啊，等把神龙召唤过来，我就能回家了。你家在哪里啊？在很远很远的地方，心跳砰砰砰的骤然加快。你知道我早上去菜市听到有什么传闻吗？听说三公主被色鬼缠身，一刻都离不得男人。昨晚半夜出宫，把三皇子府的侍卫全都睡了一遍。不至于，不至于，真不至于。七情蛇毒没列成那样，顶多夜遇石难。我也觉得离谱，还说三公主要开服养面手了。唯一的解药已经被他吃了，三公主浑身上下的蛇毒解不了，只能不停地换人睡。你们知不知道什么叫非礼勿听？殷姐姐，我们俩到别处聊，别让我隔着老夫子听到了。你的药铺什么时候开张？到时候我让人送份贺仪过去。那真是太谢谢您了。跟我客气什么？萧大姑娘，殿下请您去书房一趟，帮忙看个病。太子脸皮长出来了，也不知道贤王妃为什么要红杏出墙，难道贤王真的不行？小姑娘，那个有辐射的宝石手串是七皇叔从海上那里买的，他自己也留了不少这样的宝石，这些年一个子嗣都没有，不知道是不是受了影响，想麻烦你看看。都怪我见识浅薄，只想着那些宝石好看，没想到竟是断子绝孙之物啊！大概是我们命中有此一劫。哎呀，我心里难过呀！你成亲这么些年了，落下了那么多孩子，承担了那么大的压力，我真是太对不住你了呀！过去的事就算了，我们得为将来考虑。我对子嗣向来不在意，无儿无女一身轻。这些年我也算是因祸得福，过得相当快活，这病就不治了。萧大姑娘，那些宝石的辐射还有什么不好的地方吗？放射性物质是对整个人体都有影响的。就算你不在意子嗣，总该在意身体吧？哎呀，那就麻烦小姑娘帮我检查一下。来人，快帮皇叔把这些金条取下来。皇叔，你一路背着金条来我这儿，估计全京城都好奇你做了什么对不起我的事，这让我多不好意思呀！不但把她架了起来，还把这件事儿宣扬得人尽皆知。我是希望大家知道这件事责任在我，想朝堂那些人闭嘴。感觉这人脉象有点奇怪，似乎身体多处地方都是滞涩的，能否让我用银针探一探？贤王一脸坦然，抱歉，我能力有限，暂时看不出您的身体是否康健。我这人呐，乐天知命，过一天算一天，你就不用为我操心了。听说小姑娘十分了得，把我那个人见愁的外甥都治得服服帖帖，从活阎罗变成了绕指柔。我哪有那么大本事？是世子心地好，见不得有人蒙冤受罪罢了。他在宫里看到跳湖的人是拦都不会拦的，更别说下水救了。只是尊重他人命运罢了。小姑娘好口才呀，
呀，见死不救都能说成尊重他人命运。我们找到了当初贴身伺候他的仆人，是方妈妈吗？小小姐，我们坐下来好好聊吧。老奴站着就好，不用讲究那些规矩。我娘有用过或者吃过她送的东西吗？小姐那会儿怀着身孕，对衣食住行都很谨慎，都是一再检查过才会吃或者用。生产当天，姚氏有来过吗？没有。老夫人或者老爷呢？老夫人那会儿还没起床，老爷还没下早朝呢。方妈妈，你知道我娘葬在哪儿吗？好像在西郊，具体什么位置，老奴不清楚。毕竟云氏一死，她就被发卖了。方妈妈是你赎回来的，多少银子？我不给你。没多少钱，不用计较这个的。那我就不客气了。以前怎么没发现她笑起来这么好看？难道情人眼里真的会出西施，还是她昏了头了？我一直以为你娘被送回宜州安葬，谁知道人死了，连祖坟都不给进，您可别气坏了，身子要紧。我可怜的婴儿啊！姑娘家整日住在外面，像什么话？别人还以为萧家容不下你呢。我娘是肯定容不下的。你这说的什么话？那你去祭拜过我娘吗？可能墓碑被雨水冲走，当初负责安葬的人也去世了，找不到你娘的坟在哪儿了。萧尚书，你要不要听听自己在说什么？他的画像你一挂就是10几20年，可你竟不知他的坟在哪儿，这番深情真是感天动地啊！只要我心中念着他，他就永远活着。我就是太悲太痛了，才会刻意遗忘。不愧是当尚书的人，说话就是有一套。我娘地下若有灵，肯定感动至极。我对你娘的情谊都是真的。你把山头告诉我，我自己去找。当年的小树都长成大树了，怎么可能找得着？除非你给的地方是假的。要是山都铲平了还找不着尸骨，我会去大理寺告状的。你这么做不是让他死也不得清净吗？我现在就去大理寺告状，和找不着坟再去，你选一个吧。这么做对你有什么好处？你推三阻四不肯告诉我，该不会是怕我发现端倪，查出你和姚氏谋害我娘的真相吧？你娘是难产身亡，跟别人有什么关系？连自己父亲都敢怀疑。当年那个道士说的没错，他就是萧家的祸害，2个女儿没一个靠得住。你娘葬在吉林山半山腰那里，可别等我铲平西陵山，你又说不是这个地方。我和你一块去找。开棺验尸吧。你真的要这么做？谁会没事带着仵作到处走啊？我不同意验尸。别管他，继续。你这个孽女，迟早会有报应的。棺里空空荡荡，别说是尸骨，就连衣物首饰都没有。你对我娘的尸身做了什么？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你亲眼看看不就知道了。你娘呢？你是不是毁了我娘的尸身？我真的不知道呀。报官，这事一定要报官。他非得查个水落石出不可，真不是你动的手脚。我萧胜远若是对发妻失手有任何不敬，就天打雷劈。要咒就咒你子子孙孙都进宫当太监。这不是把你自己的子孙都咒进去了吗？老爷，您不是修墓吗？怎么一大早就不见人了，还累成这个样子啊？去挖坟了。您这是在开玩笑？那个孽女怀疑她娘死的不明不白，非要开棺验尸。姚氏右眼皮跳了跳，你该不会做过什么手脚吧？就我这胆子，怎么可能害人呢？您又不是不知道我有多敬重云姐姐。萧胜元也觉得自己过于疑神疑鬼了。验尸结果出来了吗？尸骸不见了。不见了？大概率是被劫姻亲的人盗。那些恶贼这么做，分明是不把他放在眼里，这个仇他是一定要报的。这小贱人居然想到了验尸。备车，我要去寺院接老太太回来。韩氏哭得眼睛都肿了。姑姑那么好一个人，他们怎么能那样对她？他今后都不得安宁了。萧胜远一睡着就做噩梦，没多久就眼窝深陷，形销骨立。本集又结束了，我们下集再见喽！放开他！大白马一脸兴奋地朝他跑来，差点把他和季云华撞到河里。这是谁啊？永安侯世子。哦，赐婚对象啊！先松手，老虎要发威了。连脸都不敢露的家伙，也好意思吃醋。萧青衣这个女人到底有几个老情人呢？这小白脸比白木生还嚣张，居然敢当面挑衅他。
易怒暴躁，真不是个好对象。我看你啊，还是跟我私奔算了。你别火上浇油，他身手比你好。眼看易水寒的刀就要落到纪云华身上，你知不知道，我刚刚要是收不住刀，我这不是相信你吗？信个屁！分明是他死都要护着那个小白脸。他是谁？我是他姘头啊。这是我的合伙人百宝斋另外一个东家。百宝斋就是我们的夫妻店。闭嘴！潇潇，你居然为了一个外人吼我，戏能别这么多吗？两人眉来眼去，看得易水寒额头青筋直跳。他这人就是爱开玩笑，你别介意啊。男女7岁不同席，他们都成年了，还搂搂抱抱的。当他是傻子吗？这人根本就没有心，他脑子进水了才会想娶她为妻。他这就走了，非得被人家砍死你才开心啊？我这不是好心替你考验一下他们。世子好像误会了，她是个姑娘，到底哪里像姑娘家了？小美人儿看得这么入迷，是不是心悦本公子啊？要不是看在萧青音的面上，他已经恨不得把这个登徒子揍个半死。哥哥别那么凶嘛，你这样棒打鸳鸯可不行啊，会挡了妹妹的桃花的。云昭气得浑身发抖，别在这沾花惹草了，我怕你走不出码头。这地方不错，我们要发了。宁可架上药生尘，但愿世间无疾病。卖药的要是总想着发财，那世道可就乱了。也就你这种傻瓜才会把绝世良药当做大白菜卖，够用就行了嘛。人活一辈子也就一张床，吃3顿饭，我一天起码吃5顿。你非得跟我杠是不是啊？赶紧的带我尝尝这京城美食。见萧青音把人往家里带，整个人都不好了。她是女扮男装的，是我。你大半夜的跑我房间做什么？点个订阅吧。之前他晚上过来，他热情的不得了，恨不得他是来自荐枕席的。如今那个小白脸过来了，夜里不空虚了，就不待见他了，真是翻脸无情。这人该不会是喝醉了，跑我这耍酒疯吧？当然是来找你啊。这人是在撩他吧？是在撩他吧？不是说好了教我英文吗？什么时候开始啊？明天再说吧，这么晚了，我要睡了。易水寒带着一脸愉悦走出房间，敢耍我？醒醒，该起来背书了。萧大夫是不是走错门了？我们这没人读书吧？你非要这个时候开课吗？我连夜给你写教材，点都没合过。我并没有催你的意思，不用急成这样。赶紧上完今天的课，我好回去补眠。记性不错嘛，师傅领进门，修行看个人。接下来的课文就全由你自己全部自学了。你就教1节课吗？以后你每天来找我一次，背诵并默写一课，有不懂的地方可以问我，我们就不按照时辰收费了，按次收费，一次100两。这夫子当的可真轻松啊！教材是我费了大功夫默写下来的，1万两一本，顶多2个时辰的功夫就要诓他1万两。替我取1万两银票过来。你能不能别这么神出鬼没的，会吓死人的。你这大清早的从哪个被窝跑回来的？反正偷的不是你的汉子，偷我的女人也不行。听到隔壁传来太子妃恭贺、安国公夫人恭贺的贺仪唱念声时，苟胜天脸色白了白，寻思着自己是不是得赶紧去送一份大礼过去赔罪的好。师傅，有人来看伤，一看就是舍不得花钱治病，自己拿药草乱敷的，实在是受不了才来他这儿的。来晚了，没救了。都是我的错，应该早点让你进城看病。不就一点外伤吗？我们百宝斋有上好的金疮药，用几天就好了。萧大夫，你可别信口开河，给了人希望又让人失望。我是不如苟大夫医术好，一眼定生死，只知道为人医者必倾尽全力。横竖我们铺里的金疮药也不贵，你们不妨试一试。金疮药多少钱呢？50文一瓶，够你用到伤口愈合了。 50文的金疮药，狗都不用，不是什么便宜都能占的，命可只有一条。反正已经没救了，不如花点小钱，死马当活马医。运气不好，家里也不会有太大损失。你一定要帮帮我们。放心吧，伤口别碰水，每天上一次药，大概4、5天就能结痂了。那农夫死了，那妇人就该上门闹事了。到底是后宅女子，不懂人心险恶，这一行水深着呢。多谢萧大夫
妙手回春，让我活了下来。这2块牌匾是我大儿子亲手雕的，请您收下。小大夫肯定是药神派来拯救我们的，肯定是托。这下人人都知道，他狗剩天治不好的患者，只用了百宝斋1瓶便宜药就好。百宝斋虽然一早就名声大振，但开店后很少人进去，还遇上活阎王什么的。这会儿听完农妇的吹嘘，便壮着胆子走进店铺，不仅有常见的清热解毒、舒筋活络、镇静安神，还有乌发丸、生发丸、清凉油、无臭净，最引人注目的一夜7次丸。怎么连这种药摆到台面上来啊？不摆出来，你们怎么知道我们有呢？本人亲身验证过的，这药绝对好用，买了绝对不亏。你个姑娘家哪来的亲身验证？人到中年嘛，懂的都懂了。有不少人当即掏出荷包，一买就是10颗。这个药丸可不是50文1颗，而是10两银子1颗。学到了吧？他还是要脸的好吧？大小姐，老夫人生病了，请您回府待急。你说的就是那个，我娘刚死就让人下葬，丧事不给办，祖坟不让进，还把我送到乡下，15年来都不看一眼，不问一声的祖母吗？我就说怎么有人敢跑到萧家祖坟盗墓？原来那位夫人没葬到祖坟里啊！那位夫人犯了什么大错吗？可能是因为云家出事了，怕受拖累吧。这未免也太无情了。没想到萧青英如此不给面子，竟然当着这么多人自揭家丑。老夫人想您了，您还是回去看看吧。麻烦你告诉他，我就不回去了，免得笑死他。孽障！娘，我就说嘛，这丫头仗着治好了几个贵人，翅膀硬了，不服管教了。还不是你不中用，连一个小丫头骗子都拿捏不住，把人摁死在乡下，哪里还有这么多事儿？因为未婚先孕，嫁入萧家之后，这老妖婆一直瞧不起她，搓磨了她10几年。3年前，她好不容易逮着机会，把她送去寺院。娘，她正在调查她娘的死因呢，我看她8成怀疑是我们做的。云是自己命贱，连个孩子都生不下来，大过年的死了，我还没嫌她晦气呢。那丫头居然敢找我们茬，就怕她声东击西，借口为她娘讨公道，趁机要嫁妆。云氏的嫁妆大头都握在老太太手里，论对这笔嫁妆的在乎，她是远远不如老太太。果然生来就是克我们萧家。你说的对，是该好好管教。点个订阅吧。师傅回来了，英姐姐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我和我哥哥的师傅傅将军。师傅，这是我表姐萧青音。师傅，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今天刚到的。这次也只待几天吗？你师娘病了，我请了假，特地带她回来看病。总算能见着师娘了。她怎么了？可能是脑子方面的病，不知可否请你为内子看一下病？当然没问题了。可以现在过去吗？内子这几天已经有自毁倾向，我怕她撑不住。好，我们也可以过去吗？你师娘骤然见到太多陌生人，怕是会受刺激，不如等她好了再上门。那我们晚点再拜见师娘。小小离不开我，我也随她过去吧，就在府外等着，不进去。倒也不用如此防备。你这是记吃不记打，光了姓白的闹出那事儿了，一点警惕心都没有。这位副将军看着不像一般人，你听说过吗？也就你耳聋。给我说说。他原本是云家的马奴，练了一身骑射功夫，随你外祖父上战场立了功，消了奴籍，后来又被你外祖父举荐到辽东，短短10几年，从校尉升到了大将军。我外祖父这一派居然还有人身居要职。要是能像他那样把那些鞑人打得喘不过气来，照样能封大将军。2个月前他开始出现症状，老说有人跟踪他，我刚开始以为是真的，派了人盯着，但是没发现任何。后来他精神开始萎靡，又哭又笑，胡言乱语，那些大夫说他疯了。麻烦别让他乱动，我先施个针。谢谢小姑娘。不用客气。负心综合症一般都只出现在长期使用糖皮质激素的患者身上，这个时代又没有激素，他怎么会出现这样的症状呢？他有没有狼疮、哮喘、肾炎之类的救急？婉婉身体向来很好，药都很少吃。你们平时一般吃什么食物？有什么特别的东西吗？都是鸡鸭鱼羊和普通瓜果蔬菜。
菜，婉婉不爱吃那些奇奇怪怪的东西。她的病是因为肾上腺分泌过多激素造成的，分泌异常的原因有可能是肾上腺长了瘤子，也有可能是大脑长了瘤子。婉婉得了绝症，在有的大夫那儿可能算吧，但在我这儿不算。一般来说，这种病只是一处地方的瘤子导致的。请问尊夫人，以前大脑是否受过损伤？她10几年前伤过一次脑子，昏迷了几天。醒来之后有什么症状吗？没有。我先帮她疏通头部经络。麻烦你了。本集又结束了，我们下集再见喽。你房间怎么亮着灯啊？哦，你居然瞒着我金屋藏娇你。你怎么来了？我来交功课的。交功课？玩还是你会玩啊？就是字面意义上的功课。孤男寡女3更半夜在一起，还能做什么功课？好，你先交，我等会儿过来交。别忘了，你是有未婚夫的人。你可是天天背着自家主子夜探香闺的人。谁说我是背着他的？真是没想到啊，活阎王居然有绿帽癖。开始背诵默写吧。他要和谁厮混都和他无关，反正他又不打算把人娶回来。你跟着世子，一没钱二没名的，你图什么呀？我生来就是侯府的人，根深蒂固的家奴思维。虽然我管不着你，但既然你是来顶这门亲事的，出门还是收敛一点吧。别整天跟那小白脸拉拉扯扯的。你吃醋啦？好吧，看在长公主的面子上，我会注意的。我走了。原来您是第一次来京城。我一直跟夫君生活在辽东，可听您的口音像是京城人。夫君说我小时候在京城生活过，后来才随家人迁去辽东，这些我都吃过。夫君以前每次回京都会给我带，不过允儿不爱吃。允儿是谁啊？我儿子傅怀允。他没和你们一起回来吗？他留在辽东看家了。这人鬼鬼祟祟的，守在那里好几天了，不知道打什么坏主意。小姑娘，对不起啊，我不是故意跟踪你的，我只是……癞蛤蟆也想吃天鹅肉。我只是偷偷的看小姑娘第一眼。看来京城确实人多啊，以前跟踪你的好歹是白鹿书院的学子，哪怕只是偷窥也是一种妨碍。我以后不这么做了。大孙女，你总算是回来了，祖母想见你一面可不容易。毕竟不是谁都有我这样的倒霉运，有你这样长命的老祖母。你要是死得早一点，我们不就在灵堂上见过了？你娄氏气得一口老痰涌上来，呛了个半死。我就说咱们不该见面的吧，我这么孝顺的孙女你见不起。说话别这么直接，不然把他气死在这里，萧家又要倒打一耙了。我这次来是想和你聊聊你母亲遗骸的事儿。他刚刚说你母亲遗骸在他的手里，你娘死得太晦气了，我怕他坏了我们萧家的运道，找了个高人做法，把他的遗骸镇压在佛塔下了。你无耻！亲家还是不要太激动的好，把我打死了，你女儿的遗骸可就永远找不回来了。你有什么目的？只要你们答应不追索云氏的嫁妆，我就把你娘的遗骸还回去。你就不怕我们把你送去衙门？横竖我已经活了这么多年了，死在牢里也没什么可怕的，你们就别想拿回云氏遗骸了。契书已经写好了，你们签个字吧。只见上面写着：今已收到萧家返还的云氏全部嫁妆，萧云两家从此两清，再无瓜葛。都说人老成精，你这是人老成蛆啊！好好在粪坑待着不行吗？非要爬出来恶心人。好，我签，我这就带你们去取骸骨，只能大孙女你一个人去，其他人都不许跟着，你不要得寸进尺。他真是带我去取骸骨的吗？你娘就在上面那个寺庙的佛塔下。娄氏会舍得花这么多钱镇压云氏？在后面那些小佛塔也慢慢的挖吧，我出一下工。悬崖方向传来一声惊呼，有人带着牙叉过来了。你把老夫人带去哪里了啊？快叫出来！再次接到萧家报案时，金兆尹觉得萧家人怕不是想包圆今年的京城热文。老夫人今儿下午还说去找大小姐，要跟小姐说说谢夫人留下来的嫁妆之事，没想到老夫人竟然被大小姐推下山崖，摔死了。大小
小姐如此丧尽天良，您一定要为我们老夫人主持公道啊！这桩凶案作证的2个采药人一口咬定，事发之时他们清楚地看到萧青英推人了。天北寺的僧人也作证，当时寺里只有他们2位香客。萧大姑娘，请问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？半山腰和山顶隔着200多米，你们确定看得到我的脸？别说你的脸，就是你裙子上有几朵花都能看得一清二楚。脸看得不是十分清楚，衣服和你这身是一样的。麻烦大人先做个实验，看看他们当时所处的位置能否看清崖顶之人的脸，以及悬崖这边有没有下山的小道。我怀疑有人事先打扮成我的模样埋伏在那儿。大人，您别听他狡辩，老夫人就是他杀的，整个京城的人都知道。大小姐因为云氏骸骨被盗之事记恨我们老夫人。娘，您怎么躺在地上？您醒醒呢！姚氏也跪伏在地上，哭声比萧胜远还要悲切。孽畜，连你祖母都敢害！凶手还没找到，不要做轻者痛仇者快的事情比较好。你敢说这件事不是你做的？哪怕我真要杀他，也不会用这么拙劣的手法，我还不至于这么蠢吧。嫁妆！萧胜元他不希望云氏嫁妆被萧家挪用之事闹得沸沸扬扬，姚氏却仿佛没看到他的脸色似的。大姑娘之前曾经向我索要嫁妆，我没还她，因为嫁妆几乎都在老太太手里。大姑娘可能知道这件事，才和老太太过不去的。还有云姐姐骸骨一事，动机有了，人证有了，只等试验结果出来，萧青英的杀人罪名就差不多能定下来了。大人，没结案之前，还请把萧老夫人的遗体存放在衙门。你祖母人都走了，你还要把她留在衙门，有没有一点人性？万一还有不明之处，需要验尸怎么办？萧家可是有人一死就下葬，丧事都不办的先例，到时候您总不能去开棺验尸吧？萧大人，不好意思，恐怕令慈需要留在衙门，我们会尽快判案的。今天不能判吗？起码要等明天试验结果出来。您放心，下官会尽管开堂的。哟，来交功课了，手里提的是笔墨纸砚。这是食盒，给你送饭来的。平时不是挺精明的吗？怎么这次主动往人家圈套里面钻呢？反正闲着也是闲着，我已经吃过饭了。牢饭你也吃得下？这女人吃饭不是向来挑剔的很，不合胃口的碰都不会碰吗？本姑娘也是过苦日子的人呐。你多少吃点吧。快合上，这儿的空气太闷了，闻到吃的有点想吐。我去给你拿点熏香。门都没关上，幸好这人不是当狱卒的，不然头一天当值犯人就都给放跑了。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？看来我来晚了。京兆府的大牢是没有装门吗？怎么什么东西都能随便进出啊？需要帮忙吗？我还是有点人手的。我哪敢劳白翰林大驾呀？万一没事儿，你给我整出点事儿出来，我这哭都没地方哭去。我就知道你在这些人手里吃不了亏，也只有你这种白眼狼能让我栽跟头。小萧，我知道你一时半会儿不会原谅我，没关系，我可以等。等你愿意回头了，我们就找个山脚买一块地，盖一栋喜欢的房子，前院种花，后院种菜，一群鸡鸭鹅，春水煎茶，松花酿酒，做一对闲人。他憧憬过的情景，他倒记得清楚，可惜早就被他亲手毁了。白翰林还是去怡红院吧，那里多的是姑娘听你的情话，就别在这儿恶心我了。潇潇，你怎么了？没见过女人孕吐是吗？是谁的？反正不是你的。我先走了。他怕自己会忍不住把她带走，囚禁起来，让他从此只能看到他一个人。几个月了，是不是那个小白脸的？1个半月了。你的，他连他一根头发都没动过，哪来的孩子？你不知道自己长了一张瞪谁怀孕的脸吗？无扯。易水寒面无表情的把熏香递给他，挺贴心的嘛。易水寒绷着脸铺床，你不用担心我弄出私生子，刚刚只是闷着了。这女人就是真的怀孕了，又跟他有什么关系？他是哪门子气？好了，来背书吧，今天就先不默写了。明天就要审判了，你有几分把握？需要帮忙吗？这个案子你不用插手，我倒是有别的事儿想找你帮忙。我等会儿就让人去处理，明天义务会替我去公堂。本官
已经派人验证，目力好的话，能够看到崖顶之人的面貌。他真的杀了自己祖母啊，这也太没人性了。虽然这老太太做事很不地道，但怎么说也是她祖母，怎么能起杀心呢？难怪能和活阎王凑一对，都是心狠手辣的人呢。小贱人这次死定了。本集又结束了，我们下集再见喽。原告的证人就只有那2个采药人吗？就这2个，那就该轮到我的证人出堂了。娘，你还活着？这人明明死了呀！诈尸了！不会是别人冒充的吧？几百米高的山掉下去，怎么都不可能活着呀！娘，对不起，义父不忠，又没能拉住你，求您原谅我呀！以后媳妇一定好好孝顺你。杜父，你以为我会信你啊？你哄骗我说冒充那丫头谋害我，治一治她，却真的把我推下山的时候，我就知道你是什么货色。你大着肚子时，我就不该心软让你进门。娘，您冷静点，再打下去就要出人命了。他要杀我呀，是他亲手推我下山的。要不是大孙女让人接住我，我现在已经死都不能再死了。萧家真是热闹，姚氏的死活他可以不在乎，可他儿子不能有个杀人犯母亲。娘，一家人的事我们回府再说，别在这让人看笑话。娘，你为恒儿想想呀！他的大孙子可不能被姚氏拖累。好，我们回家再说。不好意思，家里出了点闹剧，耽误衙门公事了，我们自己调解就好。萧老夫人的谋杀案是结了，我娘的谋杀案和嫁妆被挪用案可还没结呢。你娘哪来的谋杀案？她是难产去的，说是有人事先投毒，导致她生产乏力晕厥，那这就是谋杀。你娘的尸骸找着了？只是找到了能证明姚氏向我娘下毒治人，她也不想被主，可她的儿子被人抓走了，要是她不作证，那他们就会杀了她儿子。云氏怀胎6月时，夫人故意穿的和他差不多，趁着老爷醉酒勾搭了老爷，后来借口给老爷送衣物，在衣物上下了会让孕妇身体虚弱的药物，还收买了萧府的下人，准备在云氏发动后喝的参汤里下药。只是云氏刚开始生，孩子就死了，那个药没用上。原来那些胆小、仰慕、小心翼翼、温柔小意，全都是装出来的。他竟然被一个妇人蒙骗了这么多年。你确定姚大人对姚氏在他衣物上下药之事一无所知吗？你这个孽障，巴不得自己亲爹是个刽子手吗？老奴不曾听夫人提过合谋之事。大人，这个老奴肯定是受了别人好处，或者被人威胁了，才在这里胡说八道。您不能光听他一面之词就定我罪呀！可有物证？当初买回来的药都给夫人用完了，夫人送老爷的衣物也早就替换烧掉了。这是当年千金堂古老大夫留下的脉案，云氏的脉象变化和中了奇毒春去野之后的脉象变化相一致。这个药只要接触肌肤，就能让人日渐虚弱，对孕妇影响尤其明显。萧胜远立刻想起自己穿着姚氏送的衣物那段时间，确实容易感到疲乏，有好几个月都力不从心。和姚氏成亲之后才慢慢好起来，当时还觉得是姚氏忘他，原来是连他都被毒到了。就算云氏真的中过春去野，也不能说明是我投的毒呀。言之有理。请问夫人是否接触过春去野？我一介妇人如何接触得到这种江湖奇毒呢？那想必夫人不介意接受检验吧？但凡接触过他的人，不管接触时间长短，都会在体内有所残留。夫人应该不介意服药试验吧？仵作刚想说自己不曾听闻，却看到萧青音给他使了个眼色。萧青音这是在诈他。要是没有变蓝，你要跪下给我磕头道歉。但要是变蓝了，夫人可得认罪啊！麻烦大人去找个从未接触过春去野的人出来，一同服药，做个对照，免得有人怀疑我做手脚。请放心，这个药没有任何毒性，您可以让仵作先验一下，未
会避邪，药是由仵作均分并递给两人的，大概需要1刻钟才会显色。他一脸自信，萧胜远见了都有点怀疑他是不是真的被许妈妈诬陷了。真的开始变色了，肯定是托。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嚷嚷着变蓝了，姚氏开始不淡定，麻烦大人取面镜子过来。在诓我！哐当一声，铜镜落在地上。我素来对你不薄，你为什么要这样陷害我？想想少爷，那枚玉佩是他今年送给恒儿的生辰礼物。你怎么敢？恨不得当场杀了萧清音。夫人是打算认罪了吗？如果不想你儿子和女儿一个下场的话，自己远远不如这小贱人狠。我认罪，我确实谋害过云氏。萧家祖坟该不会是被人泼狗血了吧？萧胜远感觉自己攒了半家子的颜面和名声都被狠狠撕碎了。那个跟踪他的花里胡哨男子，昨天负责复刻他的穿着打扮。点个订阅吧。清音那么好的孩子，怎么摊上这样的爹？这人真是枉为人父，枉为人父。那孩子的命运太过坎坷，这一路走来着实不容易。我们认她做干女儿如何？你怎么突然想到这个？这孩子从小就没了娘，有爹还不如没有，继母整天陷害，太让人心疼了。有我们护着，别人就不会轻易欺负她了。夫人还是这么善良。第一次见面就觉得跟着这孩子挺投缘的，相处起来也舒服。你找个机会问问他。殷姐姐，季公子是一早就在悬崖下等着了吗？老太婆死而复生是怎么回事？会一直拦着吗？回去再说。哎，我都憋了半天了，想早点知道答案吗？萧大姑娘，你没事真是太好了。这里这么多人，您怎么来了？待在这种人多的环境，很容易受刺激。听夫君说你正在打官司，有点担心，就让他带我过来看看。我们正打算去酒楼吃饭，您要和副将军一起吗？吃完正好给您复诊。师娘，我终于见到您了。师父这么多年都不带您回京，我们还以为长青之事是他骗我们的呢。辽东到京城路途太过遥远，他担心我和允儿受苦，不舍得带我们回来。师父还有这么温柔的一面呀，还以为他只会拿鞭子抽人呢。他在将士面前确实有点凶，我现在有点丑，希望大家没被吓到。师娘，您这是说的什么话呀？你的声音和我女儿很像，抱歉，我这么说可能有点失礼。难怪我觉得傅夫人的声音有几分熟悉，原来是像姑姑。看来我们挺有缘分的。谢谢你和一九帮忙，不然姚氏不会这么快就认罪的。您太客气了，这都是我们的分内之事。他也就跑了个腿，人是主子昨晚搞定，改天请你们吃参锦烧鹅。那我就却之不恭了。季云华目光灼灼，他帮的忙更大，怎么都得给他来个10道8道新菜吧。我们这么多年交情，就不跟你客套了。晚点我们去菜市看看有没有牛肉卖，做点干巴吃。这女人还算有点良心吧，记得她爱吃什么零食。萧姑娘，这位是？听口音好像不是京城人。夫人耳朵真好，一般人可听不出来。我是西南那边的，家里是经商的吗？经商只是我的个人兴趣，我爹是土财主，守着祖产过日子。那你们还挺有冲劲儿的。这得谢谢青音，要不是他拉我一把，我早就收拾铺盖回山里了。你脑部的淤塞散了许多，再过几天应该就能复原了。可以初步确定病灶是在肾上腺，但是可能没那么快好，需要2-3个月的时间。我很快就能好了。这位副将军好像不是特别开心啊，可是这些天他一直表现得十分关心妻子，迫切希望她好起来。本集又结束了，我们下集再见喽。老爷，不好了，出大事了！大小姐带了一帮人闯进来，说要带走先夫人的嫁妆。这个孽障，就1天都等不了吗？放手！爹好疼！他就这么一个儿子，从小就乖巧听话，他都不曾打过他耳光，如今却被人伤成这个样子。信不信我这就去京兆府告你？到底是谁先动的手？我们这是自卫，金兆尹都已经做出判
判决，命萧府尽快归还我娘的嫁妆。我来取嫁妆是合理合法的事，你们凭什么拦我？还是说萧大人觉得萧家可以凌驾于王法之上？我何曾有过这样的想法？你取嫁妆就不能事先知会一声，招呼都不打，就带着一群人冲进来，谁知道你想干什么？赶紧让开，别耽误我时间！你们谁也不许动！破开门后，边核对嫁妆单子，边让人往外搬东西。萧大人，这里只有单子上一半嫁妆，都在这里了。麻烦您自己对一下，我的人可还没出府呢。房契、地契、银票之类的，一件都没有。娘，云氏嫁妆里的房契、地契还有银子呢，早就买了。你以为这些年府里是靠什么撑着的？你那点薪俸可不顶事儿。要不是担心那些实物流露出去，被人发现他私卖云氏嫁妆，也早就卖光了。那丫头来要嫁妆了，他能奈我们何？不好意思，其他的没有了。萧家既然花用了，就该偿还。麻烦把典当行的人叫过来，看看这萧府里有什么值钱的东西，全部典卖出去，填上这笔账。你不能这么做，这跟抄家有什么区别？传出去，他还怎么见同僚？咱们也可以公堂上见。当年就不该把这个孽女送到乡下，直接溺死在公桶里，还差2万两。等我攒够钱，会还给你的。萧大人最近1年都拿不到薪俸，对吧？还是给我写个欠条吧，约定一下何时还清。我相信以萧大人的人品是不会赖账的，毕竟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嘛。要是不还钱，就到户部要钱去。看在您这么配合的份上，免费赠送一份冷知识给您。大耳朵是显性遗传，您和姚氏都是大耳朵，却生了个小耳朵儿子，真是耐人寻味呢。老爷你怎么？萧欣荣从梦中惊醒过来，心里翻江倒海，久久无法平复。这么好看，点个订阅吧。镇中好像在西郊，希望那边不会有太多百姓。百宝斋有多少伤药？可以全部调给我吗？你要去救援，百宝斋的伤药存货应该够1-2千人用，可以全部带过去。我也一块过去吧。那再好不过。你帮我跟外祖母说一下，注意安全。你先去药房，我去安排车辆。把人都叫过来，我给他们做点培训，当即召集人手，一波负责救助，一波负责治疗。这次真是多亏了你啊！要是有搜救犬，找人会更快一些。搜救犬经过专门培训，用来搜寻救援的狗，你们应该没有，可以找猎犬试试。哥哥只是睡着了，他还会醒的。盛点水过来。萧姑娘这是在做法事吗？你问我，我问谁去啊？我刚才都笑坏了，以为你再也醒不过来了。他刚刚明明没气了，我探过的。这是长时间埋在地下造成的窒息，要是挖出没气的人，先别急着盖布，帮他们把口鼻清理干净，撒一点水，可能还会活过来。都听到了吧？赶紧把先前盖的麻布拿开！天哪，这人还活着！神迹，这是神迹呀！谢谢观音娘娘保佑。世子，你说萧姑娘会不会真是神仙下凡？她要真是神仙，你们2个的亲事怎么办？这和亲事有什么关系？你们一个是神仙，一个是阎王，跨界了呀！天庭肯定会棒打鸳鸯。滚！忙到第2天中午，先吃点东西吧。没力气，我喂你。这不太好吧？要是一九说这话，他肯定不会客气，先放着吧，我缓一缓再喝。见这人满眼不容拒绝，心下叹气，两人一个喂一个喝，默不作声的消灭了1大碗粥。我眯一会儿，1刻钟之后叫我起来，易水寒熬了1宿，也有些疲乏。你这么快就醒了？做了个美梦，短暂暴富了一下，笑醒了。那还真是可惜啊。谁说不是呢？你这肩膀怎么回事啊？可能是刚才救人时打下来的屋梁上面有钉子，扎了一下。生锈的钉子会让人得破伤风的，一定要做好清理，每天都要上药。伤口结痂之前绝对不能碰水，知道了吗？萧青英收手，不小心碰到面具系带，易水寒眼疾手快的捂住面具，眼里划过一抹慌乱。对不起啊，我不是故意的。我知道。他好像非常害怕被人看到他的脸，能让我看看你的脸吗？要是没有伤到骨头的话，我可以帮你整回原来的样子。把伤疤去掉吗？脸部变形了的，也可以通过一些填充手法解决。那岂不是可以给人改头换脸？需要帮忙吗？我需要考虑考虑，毕竟我不知道会有多大的风险。等你想好了，随时找我。多谢。
谢。你知道这片山是谁的吗？我要全部买下来。这一大片山全是这种没用的石头，连树都不好种，你买下来做什么呀？这叫石英砂，是药材吗？它是制造玻璃的原材料。玻璃你可能没听说过，但琉璃你就应该知道了吧？他娘最喜欢的首饰就是他爹送他的无绿琉璃耳坠。玻璃和琉璃相似，但成分不同。玻璃可以像陶瓷一样做成各种器物和装饰品。那几个番邦人所在的伊国常用器物就是玻璃造的，但要是从伊国运一块玻璃进过来，起码得卖100万贯，这就是一片金沙呀！这片山脉的主人肯定不知道这些石英砂的价值，应该花点小钱就能买过来。你快帮我打听打听。恐怕对方不会出手的。你都还没问呢，怎么知道？这是我家的山。他刚刚说了什么？他竟然把财富密码告诉给了这片山的主人，恨不得把这家伙杀了灭口。要是一早就说明这是他家的山，他才不会竹筒倒豆子似的说个一干二净呢。好了，跟你开玩笑的，山呢可以卖给你。该不会狮子大开口，想要卖个天价吧？就按普通的山地价格。谢谢世子，你真是我见过最好的人。想要垄断如此暴利的行业，靠他一个人肯定是不行的，不如我出技术，世子出材料，我们合伙做玻璃生意吧。这是想要赚大钱，又怕被人盯上的。没问题，回头我们拟好合作方案，再商量如何分成。你先找人看着点，不然别人把沙子挖去盖房子，可就亏大了。真是个财迷呀！有人在赈灾吗？行动这么快？是三皇子。萧青英闻着风里传来的香气，这粥里居然还有肉，他还挺舍得花钱的。舍不得孩子，靠不住狼。陛下刚发了罪己诏，太子这会儿估计正在祖庙替他谢罪呢。三皇子时机抓的倒是准，我还得给傅夫人复诊呢。先回城了，我送你。眼下人心惶惶，到处乱糟糟的。过1-2天不看病也坏不到哪里去，你先回去休息吧。疗程不能断，不然就前功尽弃了。你今晚就在这吃，我就会派人送你回去的。好，明天我们就能开始下一个疗程了。辛苦你了。婉婉，他应该没事，只是大脑刚修复，需要休息一下。将军请放心。婉婉，你怎么样了？有哪里不舒服吗？我很好，感觉清醒了很多。你吃饭了吗？吃过了，还小睡了一会儿。明天上午我再来复诊。你待在家里就好，我过去找你。你先要晚膳，我还有点事要处理，先去书房了。好，这么好看，你去忙吧。点个订阅吧。孩子前晚一宿没睡，昨晚又那么晚回来，我怕他睡不够，就没喊他起来吃早饭。不用着急，让他睡吧。女儿不孝，伤您伤怀这么多年。你真的是婴儿？娘，是我。你不是已经……那天我晕厥闭了气，醒过来发现自己在棺材里，不管我怎么叫喊拍打都没有回应，孩子还在肚子里，我只能继续生孩子。等再次醒来，我什么都不记得了。第一眼看到的人就是傅君实，跟他去了辽东，一直在那里生活，直到这次生病。是他挖坟把你救出来的，他怎么会做出这么惊世骇俗的事？他还在府里时，有次我去马厩看飘雪，见有人半死不活地靠在墙角，喊大夫过来看了，又让人熬了汤药。他跟我道谢，我才知道那是爹提过的骑术很好的马奴，随口夸了他一句。我印象里就只见过他这几面。这些年他待你如何啊？很好，除了父母，没有人比傅君实对他更好。这么多年来，傅君实从来没有纳任何通房小妾，只守着他一个人。这人轮廓冷硬，性子也有些冷，不会说话哄他开心，但是做什么事儿都是先替他考虑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美丫头知道你还在，肯定很高兴。我太对不起他了。青音是个好孩子，他会理解你的，你不用藏着掖着，只是想缓一缓再说。不知道拖到什么时候才有勇气面对女儿。接下来一巡先按这个方子抓药，要不吃完饭再回去吧。青音这孩子手艺好着呢，你就留下来跟我们一起吃吧。那我就不客气了。帮我写份契书，有个大买卖要做。你们两个夫妻的买卖，我一个外人插什么手啊？你找他写去。我这不是打算邀请你入伙吗？他向来当撒手掌柜的，你就不怕我被他一刀杀了？把你的女儿身告诉他，误会消除了，他就不会生气了。万一他猜出我的身份，告诉我爹，我就要被抓回去了。他这人还是很好说话的，你别故意挑衅。我
应该能说服他。本集又结束了，我们下集再见喽。你们在做什么？欧阳兄，你也在这儿啊？我们真是有缘分呐！感觉心脏跳得有些快。是有点巧。这个小白脸正是欧阳修齐的断袖对象，感情这小白脸还男女通吃，还萧青音怎么一点也不挑啊？简直是令人匪夷所思，忍无可忍。这位是？他不好你这口，别想把人往你后宫了。脾气这么暴躁。我是建安伯欧阳修齐。不如我们先点菜吧。易水寒哪还有心情吃饭？两个人的床，不是两个人的生意场，如何容得下4个人？不是要谈生意吗？让他先走吧。我想让他也加入咱们的生意，毕竟我没有时间盯着，全盘丢给你也不好。能加我一个吗？我最近闲得慌，正想找点事做。我们商量商量，不如索性把欧阳修齐拉进来，让他去应付那个小白脸。好，那就都加入吧。云华是西南土财主的儿子，擅长管理和销售，商业触觉敏锐。土皇帝的儿子都没他这么大胆，敢当他的面抢他的女人。幸会。没想到华帝竟是经商奇才，华帝会不会看不起我不务正业？这是京城第一风流人物，擅长应酬，与人周旋。不愧是好哥们儿，知道包装他一下。你看看还有哪些地方没考虑到的，或者需要修改的。这份计划书是谁写的？云华执笔，都说字如其人。从这首飘逸洒脱的字来看，这人倒不像是表面看起来那么吊儿郎当。他心里莫名开始有点烦躁。华帝果然有大才，不敢当，内容是我和潇潇2个人讨论的。合作愉快。我们真是难兄难弟呀，都被人横刀夺爱。不好意思，只是你，别把我也算上。我又没喜欢上他，他只是我名义上的未婚妻罢了。我怎么觉得雅间醋味有点浓呢？眼力劲儿这么差，亏他方才还给他戴高帽呢。原来是这道菜放的醋太多了。我可以进来吗？进来吧，背完了自己默写。他已经有3天没交功课了，进步很大。是你教的好，能帮我翻译一下这个吗？你打算造火炮？是陛下。那批火炮查到了吗？还没有，图纸上的文字不多。谢谢啊。不用客气。突然瞥见他身后衣服有一团血色。你受伤了？我没有受伤啊。那这里怎么会有血呀？没事，是小日子来了。小日子是什么东西啊？好孩子，等你长大了娶妻了就知道了。就不能直接告诉我吗？不能。易水寒带着满腹疑惑回去侯府。爹，你在干嘛呢？惊得差点把手塞进灶里。没长眼睛吗？我在烧火。我当然知道您在烧火了，只是想问你怎么在这里啊？你想吃什么让厨娘做不就好了？用得着亲自下厨吗？这是给你娘煮的红糖姜汤。娘不是不喜欢吃甜的吗？她身子不太舒服，喝点红糖姜汤会好点。娘不舒服，我去看她。你给我站住！她只是来了小日子。爹，小日子到底是什么呀？你不知道？我应该知道吗？这孩子该不会真有身心问题吧？不然怎么一把年纪了，连这种常识都不知道？你去问府医吧，顺便让他诊诊脉。他为什么要诊脉？就是女儿家每个月都要经历的那几天，也就是这么好看，也是点个订阅吧。可以抱抱你吗？你都长这么高了。等我恢复原样了，我想和萧胜远和离，恐怕会闹得满城风雨。我都是死过一次的人了，一点流言蜚语算什么？那我弟弟呢？你要告诉他真相吗？他有权利知道自己生父是谁，我不会瞒着。不管允儿知道后如何选择，他都不会干涉。小姐姐，我来看你了，惊不惊喜，意不意外？前几天在庄子上玩了，一回来就听到你丰功伟绩，立刻就来找你了。我有什么丰功伟绩啊？你去金鸟府1日游，反而就给继母送了个死刑。这算什么丰功伟绩啊？也是，他的死刑都要被取消了，是不够解气。你说什么？圣上今日早朝宣布大赦天下了，凡死刑一律赦免，改无期徒刑，6个月以内刑罚的全部免刑。前面那场官司都白打了，是因为前几天的地震吗？除了大赦天下，还给灾区百姓免租税、免徭役、补助银两和钱粮呢。看来成泰帝虽然私生活混乱了点儿，政务处理的还不错，陛下还挺为百姓着想的。这次地震救援及时，伤亡不到100人。陛下本来打算下个罪乙诏，赐死者1人2000棺材钱就算了。有人在震出来的裂缝里找到一块玉石，上面有天子师铎生灵涂炭
几个字。这是要造反的节奏啊！陛下为了堵住这些灾民的口，才征询朝臣意见，采取安抚措施。你知道这些措施是谁提出来的吗？是白翰林，现在改称白学士了。这个职位再往上升一级就是宰相了。白眼狼才考上状元多久啊？这就连升3级了，搞不好还会成为大西最年轻宰相。萧青音整个人都不好了。他是代陛下去灾区慰问赐前后才升的官。我爹说翰林院的人都羡慕疯了，现在各大世家连三公主都不怕了，都想把女儿嫁给他呢。你该不会也看上他了吧？这种狂蜂乱蝶岂是我这种狗尾巴草招惹得起的？你是太阳花，又可爱又暖心。对了，还有个消息，不知道你听说没？你萧家那个妹妹给三皇子当小妾了。萧青荣都成活死人了，还有这本事？你怎么知道这么多八卦啊？我爹是御史嘛，最擅长的不就是搜罗八卦舆论。原来是有其父必有其女啊！估计再过2天该去秋猎了，起床做好没啊？他压根儿不知道有这回事儿。那要不我们现在去逛街？我小日子来了，不太舒服，改天我们再逛吧。你先好好休息吧。点个你要不要订阅吧。喝点红糖姜汤？听说喝了这个会舒服一点。这家伙昨晚还不知道小日子是什么呢，今天就知道宋姜汤了。这汤该不会是你煮的吧？厨房里没有人，我这才自己煮的。那能喝吗？不得不说，19这男的有点东西，一般人是煮不出这样一碗甜到极致、辣到极致的红糖姜汤的。怎么样？绝，谢谢，我泡完脚再喝，你先回去吧。那你早点休息啊。谁把我千挑万选买回来的红糖和姜糟蹋了，煮成这样，猪都不喝。这家里的猪什么时候这么挑食了？爹，这是我煮的，我还没喝呢。你说什么？再说一次。这是我的红糖姜汤啊。他昨晚让这个逆子去找府医诊脉，是想看看他是不是身体出问题了，才会对女色一点都不感兴趣，并不是说男人也会来小日子呀。这该不会是脑子出问题了吧？刚入口就喷了出来，这什么玩意儿啊？世上居然有这么难喝的东西，萧青音居然能面不改色的喝下去，他的味蕾该不会异于常人吧？爹，那这红糖姜汤到底怎么煮啊？你是煮给自己喝，还是煮给别人喝？这糟老头子坏得很，肯定会在他娘面前编排他。给猪喝的，这不是天气凉了吗？我怕娘的那些猪得风寒。是不是得趁自己和宁儿还年轻，再生个孩子比较好呢？要是娘没有失忆就好了。那您可就要错过傅叔叔这么好的男人了。人应该往前走，而不是往后看。你喜欢哪个手镯？你喜欢哪个色？这些玉佩都挺好看的，你以后可以换着戴。我不爱戴饰品，这些东西太累赘了，影响我治病救人。隆重场合也要戴的呀。今晚我们有个拍卖会，可能有你喜欢的拍卖品，你看要不要来参加呢？你觉得呢？这颗色珠的品质很好，寓意也不错。这个石心的原点我们叫做星辰眼，带着它，漫天星辰都会庇护你。这掌柜好口才呀！我们现在可以把它买下来吗？这个卖家指定在拍卖会上拍卖，我们不能提前出售。第1件拍品，星辰眼色珠，卖方不想要金银，只想要七情蛇蛇毒的解药。这位公主每次都拿天珠诱他，她那串天珠剩下的珠子该不会都在她手里吧？天大地大，让人到哪里找咬了他的那条蛇？这里是京城，又不是雪域，跑这儿找七情蛇毒，脑子病得不轻。如果没有解药，有压制药物可以，压制效果更优者胜出。我没有解药，只有压制药物，可以压制为1个月爆发一次，但反应会强烈数倍。不知可否交换药方呢？你们拍卖的时候可没说要药方，只说要药物。你应该知道那位想要什么，起码要2颗色珠。这还敢狮子大开口？色珠是那么好找的吗？他又没指明要涂上哪一颗，你把其他色珠给他不就好了吗？他能硬？不硬就把那颗星辰眼毁了，多简单的事儿啊！他对七情蛇解药太在意了，才会失了分寸。萧青音应该比他要更紧张才对。店里来了位夫人，想请你帮忙看病。他有说是什么病吗？他说明天上午会再过来。夫人怎么称呼？我姓裘，你叫我三娘就好。不如我们换个地方说话，再让他在这儿待下去。百宝斋今天是别想做生意了。他们都
是我的护卫，我出门不大方便。三娘是南方人吗？我是南越人，父母都是渔民，我是在船上长大的。从小我就受不得热，气温稍微高点就浑身长红疹，痒的不行，出点汗或者洗个热水澡都会全身水肿。要是剧烈跑动或者情绪激动，那就更严重了。是从几岁开始的？5、6岁吧。你这是胆碱能性荨麻疹，能治愈吗？我连行动都会呕吐晕眩，嫁人2年了，还是只能一个人睡。我家那位忍无可忍了，才让人送我来京城看病。这病确实非常影响夫妻生活，不过疗程可能有点长，需要1、2个月。这个1、2年也无所谓，京城这天气太舒服了，我都恨不得在这长居。你这病确实生活在京城要比南越要好很多。还是你见多识广，我来京好些天了，各大医馆看了个遍，连太医都找了几个，没一个敢下定论的。我还以为自己得下南洋去别的国家看了呢。南越那边下南洋的人多吗？只要是加入海盗帮派，随时都能出海，就是不一定能回得来。我先帮你做个针灸，你按我开的方子吃药，我们每隔3天复诊一次就好。复诊还在这儿吗？裘三娘那帮护卫匪里匪气的，他本人又对海盗帮派了如指掌。萧青音怀疑他很有可能是某个帮派首领的压寨夫人。秋猎定在北苑猎场举行，跟现代的露营没什么区别。这么好玩的事儿，怎么能不叫上我？人家又没邀请你，我可以给你当丫鬟呀，不能给我添乱。这是你傅叔叔让人找的马，很温顺的。谢谢。秋猎前一天晚上，这次秋猎你别去好吗？给我一个理由。我不想看到你和永安侯世子卿卿我我。你不想看你别去不就好了，跟我屁事啊。我有职责在身，不能不去。我不会害你的，这次你别去，以后再去好不好？莫非他从哪知道了有人要在秋猎上对他不利？这是什么？绝密武器，想看吗？想看一眼，100两。他顺从的从兜里掏出了5张100两银票，弄清楚它的结构之后，这是你自己设计的吗？这是我一个朋友的作品。宜州的朋友吗？这是另外的价钱。易水寒立刻闭上了嘴，他的荷包已经掏空了。本集又结束了，我们下集再见喽。我带了好多小食，我们可以边唠嗑边赶路嘛。干得漂亮。小姐姐，这是你新收的丫鬟吗？她叫大花，给她取了个这么土的名字。大俗即大雅，小姐姐好会取名字。你的良心不会痛的吗？三皇子昨天从马上摔下来了，腿断了，这次秋猎就没来。马车行驶了足足1天，我们今晚吃烤鱼吧。季云华到树林边折了根树枝回来插鱼，一插1个准。够了，就我们2个人，再多吃不完了。你这人怎么回事啊？不声不响的站在别人身后，想做什么？不好意思，我刚刚在发呆。他是循着香味来，见身影有几分熟悉，还以为是季云华呢。大花，你杀一下鱼，我去备烤炉。你和季云华是什么关系？故作羞涩的低下头，一句话都不说。你怎么了？他有通房？谁？华帝？他也20多了吧？有通房很奇怪吗？有你这么补刀的吗？这不挺好的吗？你们2个本来就没有可能。这事儿我爱莫能助，我先去搞兔子了，晚点陪你喝酒。你怎么知道他有通房的？他的通房就是萧大姑娘身边的丫鬟。萧青衣哪来的丫鬟呢？我刚烤好的，你要不要尝一尝啊？眼角余光瞥见正在翻烤鱼的丑丫鬟，看着莫名有几分眼熟。这哪里是什么丫鬟呀？这分明就是季云华。这女人是跟着小白脸是片刻都离不了了是吧？我就动作慢了点，你至于发火吗？让他今晚去我那儿。这丑丫鬟到底有什么魅力？不光华帝说她做通房，就连易水寒都不顾脸面向萧青音讨要。这也不像是看上这丫鬟的眼神啊！哦，易水寒真是想为她出气呢。有你这样的兄弟，我这辈子都值了。为了他不惜和自己未婚妻闹掰，这是何等的重情重义呀！算了，随他们去吧。我已经想明白了，有些事是不可强求的。这人什么眼神啊？居然能连人都没认出来。你知道这是谁吗？不就是点穴早点治。你要他晚上去你那儿干什么？我那边有给下人的帐篷，我想让他过去歇息。萧青音这才明白过来，易水寒认出季云华了。谢谢您的好意，但是我得守着小姐，不然小姐夜里有事儿都找不到人。我需要有个人在帐篷外守夜。你俩要吃鱼吗？不了，我也该回去了。清晨的风凛冽而清爽，萧青音找回了久违的畅快，一不小心就想起了哥哥们在草原驱车追逐云雨的画面。他捏了捏脖间挂着的天珠，
都，有点想家了。不管能不能回去，我都要把天珠集齐。点个订阅吧。你太帅气了！大清早的，你跑哪儿去了？偷汉子了，偷了几个10个还是8个？哎呦，我不太记得了。这一届汉子不行，个个都坚持不到1刻钟。原来这家伙掰手腕去了。秋猎一共有2个比赛，其一是骑术比赛，其二是狩猎比赛。萧千英只是来玩的，一个比赛都没报名。请女子骑术比赛参赛者萧青英到出发点。小姐姐，你不是说不参加吗？我确实没报名，不好意思，我放弃比赛。萧大姑娘为何要放弃比赛？早上你策马归来那一幕，大家可都是看到了，想再次领略你的风采呢。我身体突然有些不舒服啊。太医，赶紧给萧大姑娘治好，不然她要赶不上比赛了。这是非要赶鸭子上架是吧？既然三公主一定要看我比赛，那我就舍命参加吧。三公主出手可狠了，要不你就装晕吧。放心吧，我去就回。赛道上设置了好几个障碍，有跨栏、水坑、火圈、刀阵。萧青英只想划水，可她万万没想到的是，美人一反常态，就跟打了鸡血似的，拼命往前冲，根本就不听萧青英的指挥。刚开始还担心她是不是被下药了，听出她嘶鸣里的欢快之后，慢慢回过味儿来了，这是在回应大白马先前的挑衅呢。这马是怎么教出来的？能不能分享点经验呀？我的马看的眼睛都不会动了，不知道学会了没？难道三公主没做手脚？父皇，您知道吗？这位萧大姑娘可是在萧下长大，没想到竟然学了一身如此出色的医术和骑术，气度仪容也远胜旁人，叫月儿好生羡慕。只是个骑术好点的女医而已，也值得你羡慕。月儿什么都不会，当然羡慕了。是皇家的公主，不需要会什么，自有人服侍。父皇，您说的对，月儿投胎投得好，一辈子都不需要操心。可偏偏有人放着她这样的天之娇女不要，去追求一个贱人。她得不到的东西，别人也休想得到。那边好像有棵栗子树，我去捡捡栗子，晚上烤来吃。啊！这里有只死了的熊崽子，死了有多久的？还流着血呢。赶紧离开！林子里就响起了2声怒吼的熊吼。萧青英来不及多想，发动手弩，一支又一支涂了见血封喉毒药的弩箭刺入了2头熊的胸口。吓死我了，我腿都软了。没事了，这么好看啊！父皇，您看到了吧？10个护卫都不一定赢得了大熊，萧大姑娘轻轻松松就解决了，连血都不用沾。动手！你怎么不动手？是此事。亲测皇帝是要诛9族的呀，这个孽障非要让萧家给云氏陪葬吗？你们想杀朕？臣女并不认识他，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要陷害臣女，连自己的父皇都能拿来做棋子。这份心术要是用来谋权篡位当女皇多好，居然用来搞他。你为什么要刺杀我父皇？刚刚我还在父皇面前夸你，说羡慕你。陛下，刺杀之事非同小可，一时半会儿恐怕无法下定论，不如暂且将萧大姑娘关押起来，等秋猎结束再交由大理寺审判。陛下，萧大姑娘并未犯下任何过错，您不能因为一个刺客的话就将她收押，尤其是这个刺客很有可能是她的仇家安排的。但萧大姑娘有很大嫌疑，她手上那个手弩看起来也非凡物，本宫都不曾见过，不知萧大人能否解释一下，萧大姑娘是你找人培养的吗？回殿下，微臣实在惭愧，自云氏去世后，微臣便听了母亲和道士之言，把长女送到乡下，内宅之事微臣都是交由姚氏打理，姚氏当面一套背面一套，瞒着我和长女断了往来。微臣也是不久前才知道，当初姚氏派去接长女回来的车夫和婆子前不久都被人杀死了，微臣并不能100%确定她就是微臣长女，许是旁人冒充也不一定。眼前之人该不会是冒充了萧大姑娘的细作吧？原来当初接萧大姑娘回来的人竟然都被杀死了，是谁杀的？已经向京兆府报过案，至今没有调查结果。该不会是有人杀人灭口吧？京兆尹都还没查出来呢，怎么能往萧姐姐头上栽？你分明就是想陷害萧姐姐。你这么护着
着他，该不会和他是一伙的吧？早在他救了我母亲之后，我就派人去宜州查了他。他的医术确实是跟一个老道士学的，那个老道士是个游医，医术高明，颇有侠气。他给人看病从不收取诊金，若是请他吃饭喝酒，连药费他都能搭上。3年前他采药摔下悬崖身亡，当地百姓还给他立了个小庙，这都是有案可查，回京后可以呈给陛下。其次，他的骑术和身手都是我教的，手弩也是在我们南武营最近研发出来的，我送给他护身的。我今天也有带这个。这仿造速度还真是杠杠的。大家如果听说过百宝斋，应该知道它的药效有多好。它大部分药都很便宜，帮助了很多贫苦百姓。百宝斋就是萧大姑娘开的。在西郊地震发生后，萧大姑娘把百宝斋所有伤药都捐了出来，并随南武营前去营救。萧大姑娘竟然去镇区救援了，我怎么只听说三皇子失州的事儿？他要是细作什么的，不会这么高调吧？他要是没问题，为什么在场那么多人刺客独独诬陷他？我昨晚看到你身边的内侍和这个侍卫在交谈。你胡说，我只带了宫女，根本就没有带内侍过来。好吧，是我说错了，是看到你的宫女和这个侍卫在交谈。这么严肃的场合，你跟我开玩笑？如果上下嘴皮一碰就可以污蔑一个人是同伙，那你是不是也应该自证清白呢？本集又结束了，我们下集再见喽。你们都聚在这里做什么？陛下，我这准儿媳得罪您了。一场误会，刚刚有人刺杀朕，还污蔑萧大姑娘是同伙。您没事吧？朕无事，你们继续狩猎吧。你还好吗？没有受伤吧？血迹一场罢了。这2头熊是谁杀死的？是萧姐姐。这次狩猎大赛冠军非你莫属，我又没有报名，可以补报的，我帮你报。刚想说不用，冠军有3000两黄金呢。我捡了很多蘑菇，我们可以烤蘑菇吃啊，还有山核桃，都是素的。我家找到宝贝了，吃肉才过瘾。猴儿酒，我跑到森林另外一边才找到的。难怪你脸上有划痕，跟侯勋打架了是吧？那我找人换点肉。送给你们的。他是不是认出你了？他还把我当我自己的通房呢。烤一块交一块。你要是没心情烤肉，就坐到一边等着吃就好了，还在想着你那个华帝和他通房的事。下午我在林子里打猎，遭到了一条毒蛇攻击，差点被咬了。是那个丑丫鬟救了我。华帝心地好，他心地也好，有他陪在华帝身边，我就放心了。你不觉得那丑丫鬟的眼睛特别像纪云华吗？相处多年的人，因为饮食趋同，面貌也会相似，他们应该在一起很久了，才会有夫妻相嘛。这人不止眼瘸，脑子也瘸。这是我在林子里采的这果子，非得寒风里吃才甜呐，很适合在这吃。最近府里事多，我忙得焦头烂额，都没关注外头，没能帮上忙，真是抱歉呐。这些事我自己能解决，要是需要您帮忙，肯定会来找您的。这是猴儿酒，要喝一杯吗？来一杯吧，我听说很多年了，从来没喝过。那您多喝2杯，这酒对您的身体有好处的。他有给宁氏乌发丸，照理说他吃了这么些天，应该要长出点黑发来了。您最近是不是都没休息好呀？老太太一刻都离不了我。我刚回府，常姨娘就把管家全还给我了。我立刻让人调查参汤被下药的事，才查到人，那人就跑了。常姨娘主动请罪，说自己管家不严，才会出现这种祸事。自行去了寺里礼佛，为我祈福。因为府里有些风言风语，他儿子便整日住在军营。国公爷以为我容不得他们母子，没少给我脸色看。老太太突然病倒，只和我亲手熬的汤，睡觉也要我陪在床边。
才合得上眼。一招以退为进，就把安国公心里的怀疑全部打消了。老夫人和常姨娘是什么关系啊？常姨娘是老太太的娘家侄女，你一定要吸取我的教训。您放心，他们不会有这机会的。说得好，凭什么男人三妻四妾，我们女人就要从一而终呢？我活了30多年才明白这个道理，要是像你一样早早明白了，也就不嫁人了。只招婿上门，敢背叛他的一脚就踹了，再换一个就是。您要先照顾好自己，不然您倒下了，老夫人可能就好了。依赖也是一种支配，能够不动声色地把人变成傀儡。这些年来，他不知为他纳了多少鞋垫子，做了多少衣服，下了多少次厨。听君一席话，胜读10年书。遇上你是我这辈子最大的福气了。您的福气还在后头呢，一定要保重身体啊！皇兄，你的生辰快到了，我今晚提前送的贺礼，你喜欢吗？真待你不薄，你为何要反呢？这大概是我听过最好笑的笑话了。我这辈子最后悔的事，就是6岁那年提醒你有人下了毒，救了你一命。如果当初不是烂好心救了父皇和其他兄弟，就不会死在你的手里，我也不用为了替他们报仇辛苦隐忍了多年。就算王妃被你占了，就要装作不知道。众人一时有点消化不过来，这也太失德了吧！荒谬！你弑父杀兄弟的证据也都被你毁得一干二净，我无法向大家证明你这些罪证，但是君夺臣妻这事，你恐怕洗不白。你对我王妃寻了做欢时，心里肯定很得意吧？我为了给你们助兴，可是给你们下了举世难得的好药——络心赋。络心赋对重要之人无毒，但却会把毒性传给欢好之人，欢好次数越多，毒性就越大，毒发之后只能通过重要之人的血续命。你们不止一次偷欢，想必皇兄腹部已经有了7颗黑痣，即将毒发身亡。当然，你肯定会说我胡说八道，没关系，既然你没中毒，不需要柔儿的血续命，应该不会阻止我杀了他吧？眼看就要砍断穆芷柔的头颅，一道剑势飞来，撞开了那把刀。这就是你们尊为天子的人，一个罔顾人伦、无情无义、卑鄙无耻的畜生！众人沉默，就这帮臣子都不知道该用什么表情面对自家陛下了。各位，你们难道愿意继续侍奉这样的君主吗？无人应答。想必你们方才已经见识过了火炮的威力了。为了这次行动，我准备了上千枚炮弹，方才不过发射了几十枚。只要皇兄肯禅位，我保证不会大开杀戒。好，朕同意禅位。白学士还不把笔墨纸页拿过来？成太帝缓缓点头。玉玺在宫中，这就不用皇兄操心了。麻烦白学士把圣旨送过来。你们的陛下已经禅位了，你们是否愿意归顺？愿意归顺的，官位不变。众人没有吭声。不愿意归顺的，我成全你们，让你们青史留名。瞬间就取了一个臣子的性命。胆小的臣子终于撑不住了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识时务者为俊杰。萧圣元冷汗涔涔，贤王就不能先把陛下杀了，再让他们表态吗？陛下还活着呢，谁敢轻举妄动呀？万一形势逆转呢？可是那个刽子手很快就杀到他这儿来了。炮车纷纷被炸裂，配衣人被碎片击中，滚地哀嚎。这怎么可能？贤王发现穆芷柔被白木生带走之后，气得差点吐血。活捉朝阳长公主、永安侯和萧青衣。这么好看，点个小姑娘，订阅吧帮忙救救世子！他在哪儿？在猎场最南边，他伤得太重了，我们不敢移动，请您尽快过去。世子追着贤王来到这里，贤王佯装投降，却引爆了炮弹，世子被炸出来的碎箭击中胸口，晕了过去。世子他还有救吗？我尽力花了足足半个时辰，才把碎箭取出，并止住喷涌而出的鲜血，缝好伤口。世子是不是没事了？要是今天不发热的话，就没事；发热的话，不好说。这3天他都不能移动，你们再
来搭个帐篷吧。一宿没睡，闭眼没多久就睡了过去。小姑娘，柿子发高热了，擦着擦着，眼睛就有点挪不开了。擦擦，口水都淌地上了。你能别打扰我欣赏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吗？我也有，比他的好看多了。我不信你的比他好看，你没看怎么知道？100两，赌不赌？这人真是不要脸呢！仗着他们世子昏迷不醒，在这公然撬墙角。大花姑娘，咱们是不是该做午饭了？我不知道萧姑娘爱吃啥，您能帮一下忙吗？若是每天醒来都能看到这张脸，倒也不赖嘛。你醒了，谢谢你，辛苦你了。不用客气，投桃报李罢了。你本来就是被诬陷的，万一我真是细作呢？我会盯着你的。如果你真的是细作，我会把你关到地牢。关起来做什么？开饭啦！真好吃。你手把手教出来的，能不好吃吗？米粒蹭到了萧千英脸上，抬手就帮她擦了。心口好像有点痛，你刚刚是不是动了？好像抬了一下手。你现在四肢都不能动，只能躺着。那我怎么吃饭呀？柿子啊，这不是有我吗？才喂了一口下去，这家柿子就呛到了。萧姑娘，快看看我家柿子啊！别喂那么大口嘛，喂少一点。但刚一上手，这家柿子又呛着了。算了，我来喂吧。太谢谢您了。好大的一朵白莲花呀！易水寒看到季云华离开，心情大好，一不小心就任由萧千英喂了整整一大碗粥。吃完不到1刻钟，强烈的尿意袭来。给我夜壶。柿子，我们没带夜壶，先用这个吧。看着细的2根手指都塞不下的酒壶口，脸色黑如锅底。这女人几个意思呀？你把这个给她垫上，方便大姐。我不知道怎么垫，怕不小心拉扯到柿子的伤口。我教你啊！男人的尊严荡然无存。那女人扯他裤子的时候，眼都不眨一下，更别说是脸红了。易水寒不想体会被人擦屁股的滋味。这几天我不吃饭了，给我熬点参汤就好。那可不行，身体康复需要大量能量的，你最好多吃点东西。吃喝拉撒都是人之常情，没什么好尴尬的。那1.9米的人拉的屎也没什么特别的呀，只是大条一点而已。他刚才怎么就没晕过去？本集又结束了，我们下集再见喽。不好意思啊，这么晚了打扰你。才几天不见，你就跟我这么生说这种客气话，发现这人脸色分外苍白，好像得了大病或者是重伤未愈似的。你怎么了？过来给我看看。这女人一把脉，她就得掉马甲。我没事儿，这几天累了，在这背就好了。怎么突然变良家妇男了？难道易水寒给他下了新的指令，不许他勾搭我了？惨兮兮的小模样。易水寒看着这女人莫名其妙兴奋起来，不由得退后2步。放心吧，我不会让你为难的。这女人什么时候这么善解人意了？世子今天留了人护送你们，我从他们那知道树算的用途了。火炮研发刚好遇到了瓶颈，我想问一下，你这里有树算方面的课本吗？这么爱学习还这么乖巧听话的美人，到底是在哪儿捡来的？他也好想捡一个呀，但是跟英文课本一个价，你买吗？买，不过我暂时没有钱，世子也没钱了，等玻璃作坊挣到钱了再付给你，可以吗？你们这是空手套白狼啊！玻璃制造配方是他提供的，产品都还没出来，他就拿利润来赊课本了。易水寒耳朵尖尖微微泛红，别说1万两，就连1000两都拿不出来，要过几天才能给你。随后几天，你们家世子升官了，你是不是也跟着升了？没有啊。那有给你赏金吗？难道他想变相讨要树算课本费？没有啊。你们世子也太狗了吧！你白天帮他干活，晚上陪他睡觉，他不仅没给你名分，还一个子儿都没给你啊，给公鸡都没他吝啬。你刚刚说什么？都说了他不是什么童养媳，也不是什么不正经的下属，他怎么就孜孜不倦的编排他呢？不好意思，我不应该大大咧咧说出来的，这毕竟是你的私事嘛。本姑娘阅人无数，还是想提醒你一句啊，爱一个人不能恋剑呐，你得留几分爱自己，不然哪天他变心了，哭都没地哭。这人一口咬住他左耳垂，像舔糖果一样舔舐起来。这人是属狗的吗？舔什么舔？点了火他能负责吗？就你这口技，肯定没伺候过男人。你这话什么意思？你要不喜欢我，何苦天天撩拨我呀？谁说我不喜欢你？那你今晚留下来吗？怎么能这么梦浪啊？你还没有拜堂成亲呢。像你这样血气方刚的男人，天天跑女人闺房，还心如止水，脑子里一点污秽念头都没有的，只能说明一件事儿：要么这男人是不行，要么是傻子，要么他和女人是姐妹。易水寒被气走了。点个订阅吧。你在干嘛呢？一看就醉得不轻。你不好好的陪我娘睡觉，跑来这里喝得酩酊大醉。你娘
娘她竟然瞒了我足足20年。就他娘那脑子，还能瞒老头子20年？你娘她会武。你是说那个走3步就会喘气，下马都要你抱，连菜刀都不会使的女人？什么女人？那是你娘！你给我放尊重点。贤王造反那天，他杀死了7个死士，每个都一击毙命，身手比义武他们还好。7只蟑螂他都踩不死，只会跳到老头子身上大喊大叫。这就是你难过的原因，因为我娘骗婚？我只是难过他瞒着我，这么多年都不肯告诉我。你觉得他不信任你？易水寒叹了口气，也开了一坛酒喝。你怎么了？爹，你看上我娘之后，心里都在想什么呀？这是你能听的吗？我怎么就不能听了？都是儿童不宜的东西，你当然不能听。满脑子想那种事情，你不觉得恶心吗？你觉得思春恶心？你从来没有梦见过那样的事儿。这不孝子居然真有问题。你是不是还记着小时候那事儿？性是不肮脏的，肮脏的是人性，你明白吗？我当然明白。你不是已经遇上喜欢的姑娘了吗？你怎么知道？喜欢一个人的眼神是藏不住的。他来给你娘治病的时候，我就看出来了。有那么早吗？明明是宫宴那晚，他才有那么点心动。你们的婚期还有好几个月，要不提前1天？不用这么着急，他们要解决的事情多着呢。他来大西的目的，那个小白脸，他真的喜欢他吗？我想等会儿就去跟萧胜远和离。不等到完全康复吗？你傅叔叔不能在京城待太久，我想早点了结这件事，省得哪天不小心撞到萧胜远，被他发现云婉英和傅君实的事儿，还要倒打一耙。夫人，少爷回来了。他怎么跑来京城了？娘，您和爹把我一个人扔在辽东那么久，还不许我来京城看看你们吗？这就是姐姐吧？娘心里跟我说了。没想到我们这么快就见面了，姐姐只带了些银票在身上，全当给你的见面礼，喜欢什么你自己买。我也给姐姐带了见面礼，一只檀木盒子，全是宝石。我非常喜欢这份礼物。我准备这就去找萧胜远和离，你要一块儿过去吗？那可不行。允儿，你难道不赞成？萧家谋害了你，又谋害了姐姐，哪有和离之理？必须一决。大西的离婚形式有3种：休妻、和离、一决。一决只有在出现悖逆人伦、破坏双方家族关系的不义行为时才会采用。确实应该一决，我们这就去衙门吧。娘，我就不去了。不想见见他吗？我只认一个点，您别告诉他我的存在，免得还要争夺我的归属权。反正我长得像您，他就是见着了，也不一定想得到我是他的儿子。你怎么还活着？我去见了阎王，他说这世间的负心伯新郎都还没死光呢，轮不到我死，就让我回来了。这到底怎么一回事？孩子有没有活下来？经过那样一番波折，孩子不可能保得住。是男孩还是女孩？男孩。要是那孩子活下来了该多好，他就不用为萧家香火发愁了。我刚向府尹大人申请决议了。你说什么？我要和你一决。萧胜远心火猛地窜了起来，消失了这么多年，回来没给他详细汇报这些年的行踪不说，你凭什么一决？凭你们活埋了我，还试图谋害我女儿。如果不是我命大被人救了，你们萧家有一个算一个，全是杀人犯。他竟找不到半个词儿来反驳。我们又不是故意的，古老大夫也诊断过了，好歹夫妻一场，何必闹到衙门来？10几年没见，这女人怎么连性子都变得这么陌生了？以前的云氏绝不会这样落她面子。我怕自己进了萧家门，又得被人横着抬出去，还是来衙门安全点。一决就算了，我给你和离书。我想你应该不想跟我打官司。店门口不知何时挤满了围观百姓。那我们就恩断义绝，永无瓜葛。签完父女关系断绝书再走，以后姻姻归我。这种孽女就是送他也不要。今天是个好日子，我们要好好庆祝。姐姐，我也搬来这边住可以吗？我想天天吃你做的饭。我又不是天天做饭，以后有好吃的肯定叫上你。你这是做什么？快起来！娘，我和婉婉没有操办成亲仪式就在一起了，我想补回这个缺憾，正是向您求娶婉婉。婴儿就交给你了，你以后可要好好照顾她。我不会辜负您的期望的。婴儿，你收到千秋节的帖子了吗？您是不是也要参加？千秋节是皇帝诞辰，所有地方要员和勋贵大臣都要献礼参加寿宴，到时候我们一起进宫吧。他们准备借着千秋节以
炮打响七彩玻璃房的名声，将玻璃制品带到人们的视野里。这让内务府把你们七彩玻璃房的玻璃制品列入贡品名单，谢谢陛下。吃得正投入之时，上汤菜的宫女手一抖，整碗汤洒在了她身上。这不能等我吃完再搞事儿吗？对不起，奴婢这就带您去更衣室。娘陪你去更衣。娘，我一个人去就可以了，您在这等我。在我回来之前，您别相信任何人，不管谁来找您，您都别离开坐席。要不咱们别换了，先忍一忍。我大概知道这是谁的手笔，我和他也该做个了结了。您放心，我会保护好自己的。我劝你赶紧回答，不然等会儿恐怕会生不如死。宫女就感觉一股奇痛直奔天灵盖而来，那里有什么？奴婢只知道有人让我带你过去。谁让你带我过去的？奴婢不清楚。萧青英失真，把人拖到旁边灌木丛里，易了个容，两人起码有9分相似。本宫不信你这次还能脱罪。本宫不是吩咐过不要上菜了吗？发现汤盏下压了一张字条：东边假山剑，有话与你说。这是谁给你的？回殿下，是一个白衣公子。司徒月刚踏进去，整个人就轰然倒地。对我做了什么？你这么精明的人，竟然也有犯蠢的时候。明知道自己跟我结了死仇，还敢喝我开的药方。废物，太医院全是废物。药方是对症的，只是和别的东西一混合，就会引发你的情潮而已。你既然落到了我手里，就好好回答我的问题。他就是养死热死，也绝不会回答萧青音半个字。你怎么知道我要找的天珠长什么样？司徒月半点都不想回答，可嘴巴却自己动了起来。白木生到处搜寻那些天珠，我让人复刻了他画的图纸。你一共找到了几颗？2颗，一颗用在中秋宫宴，一颗拿去珍宝斋拍卖了是吗？是的。今晚你给我设了什么局？杀了北京二皇子，嫁祸给你，让父皇杀了你，给北京一个交代。看在你这么用心的份上，那我就送你一场极乐。一缕药粉洒在了司徒月的脸上，当时看到了千百个白狼朝他伸手。刚出假山，你的珠花带反了，应该别在右边。这人居然会关心一个宫女的打扮，谢谢世子提醒，奴婢告退。我让你走了吗？好你个活阎王，居然敢调戏宫女！他悄悄往荷包探手，打算给这人一点颜色看看。连脸上的小痣都不忘复刻，怎么就戴错头花了呢？他一把拍开易水寒的手。你能解释一下为什么自己易容成宫女的模样出现在这里吗？你不是都知道了吗？是杀人灭口好呢，还是用药物控制他？那个宫女我已经帮你处理了。是什么意思啊？送出宫了。三公主是他亲表妹吧？他把三公主杀了，他不但不追究，还帮忙扫尾。赶紧换回原来的模样，回宴席吧，寿宴快要结束了。直到宴会结束，也没有什么人进来通报三公主或者北京二皇子的死讯。英儿，你要搬过来将军府住吗？我住云斋习惯了，而且你们也很快就要回辽东了。那姐姐要改姓是吗？萧对他来说，并不是萧胜远的萧，而是前世萧家的萧。姐姐喜欢便算了。本集又结束了，我们下集再见喽。你知道我今晚在宫里做了什么吗？世子和我说了，你杀了三公主。那你们家世子有说他为什么不把我抓起来，还帮我善后吗？您觉得是为什么呢？因为我还没教会你英文。我已经学会基本对话了，完全可以让那4个异国的工匠教我英文。那我岂不是没有利用价值，要被嘎了？他在这个女人眼里到底是个什么形象啊？唯利是图的杀人狂魔吗？你就不能往别的方向想一想吗？易水寒耳朵微红。比如他心悦你。你是说他看上我了？他亲口告诉你的？他亲口告诉我的。不知道这女人知道他的心意后会是什么心情？惊奇、紧张、喜悦。萧青音一副天塌下来的模样，这个怎么办啊？我心里已经有人了，装不下他了。你心里已经有人了？看到你的第一眼我就沦陷了，那不是用来忽悠他的吗？我们两情相悦，何该在一起？你们世子人这么好，应该会成全我们吧？其实那桩赐婚是赐给萧家嫡女和你们家世子的，我现在已经不在萧家族谱上了，这门亲事是不是可以作废了？易水寒心头的热血霎时凉了下来。世子连你是不是细作都不在意，你为什么这么嫌弃他呢？就因为他毁容了？那如果他没有毁容，和我长得一样好看，你还会不会拒绝这门亲事啊？可别跟他说什么心里有他的话，老头子和他娘整天在他面前秀恩爱，他能不知道喜欢一个人是什么眼神吗？他从始至终对他
他这个人不曾有过半分心动，也会拒绝的。他这样的家世、能力、相貌，京城应该找不出第二个了吧？他还有哪儿不满意的？我对婚姻没有兴趣，不管永安侯世子有多好，我都不想嫁人。是因为白木生吗？白木生辜负了他，毁了他对男人的期望，跟他没关系，我只是不想被束缚而已。在这个女人连人权都没有的时代，嫁给一个位高权重的男人，这不是自己往铁笼子里钻吗？万一哪天吃不到一个锅里了，他想和离都难，更别说养小鲜肉了。那你说想和我在一起，也只是在一起，不会成亲是吗？我们俩找个地儿，买一块地，盖一栋房，前院种花，后院种菜，养一匹马，几只羊，一群鸡鸭鹅是吧？我们果然心有灵犀。这话是白木生去京兆府大牢看你是说的，居然拿别人画的饼来喂他，最开始是我说给他的。你是不是对所有看上的男人都说过这一番话呢？应该只对你和白木生说过吧？你就不怕哪天我变心跑了？跑了就再找一个呀，下一个更乖嘛。我从来就不相信人心是一成不变的，所以你和我私奔不要有压力。哪天觉得我人老珠黄了，不忍卒睹了，你尽管走人就是，我不会一哭二闹三上吊，非要你留下来的。如果你要是连我的金子银子一块带走，那就另当别论了。哪怕只坑了我一文钱，我也会追到天涯海角，让你千倍百倍的还回来。反正男人在他眼里是没有钱财重要的。